粉丝签名会现场，庆元终于排到了最前面，工作人员在一旁催促，该往前挪了。庆元看着眼前的男人，小声叫了一句欧巴，真的好久没见了。全旭笑着抬起头，居然还记得他，确实是老熟人了，这就是庆元的本命偶像，男团里的门面担当，长得确实没话说，可惜这个团命不好，换了多少种风格，最后还是糊得无声无息。现在只要买一张专辑就能100%中签，这日子过得也是心酸。庆元拿出了满分成绩单炫耀，下一秒就说以后不来了。全旭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粉丝怎么说走就走？原来他已经高3了，家里管得严，只有考上名校法学院，妈妈才准他继续追星。庆元心里其实挺打鼓，高考还有1年多，这胡团能不能撑到那时候都难说。他赶紧解释自己是偷跑出来的，考完试一定会立刻回来。全旭听完笑了，他伸手要过那张成绩单，定下了一个约定，只要你能考上法学院，我们就一定会再见面，到时候这张成绩单再还给你。这哪里是追星，这简直是拿前途在双向奔赴。全旭突然叫住了他，庆元吓得赶紧缩手，生怕手心的汗弄脏了偶像。工作人员还在旁边催，全旭却直接拦住了对方，他还没打算让庆元就这么走，两人当众拉了钩。全旭笑着说了一句再见，这画面简直比电影还浪漫。庆元整个人都飘了，直到走出大门，他还不敢相信真的牵到了手。手机屏幕一亮，是妈妈发来的催促短信，这下瞬间回到了现实。他正打算赶紧溜回家，脚底下的地面却突然开始剧烈晃动，这动静明显不对劲。原本平静的街道，气氛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原本热闹的商场门口，竟然凭空裂开了一道缝，这就是传闻中的传送门，里面连通着地下城，全是吃人的怪物。只要这玩意儿一出现，方圆几里都会变成废墟。现在怪物已经冲出来了，首尔街头瞬间乱成一团，电视台正在紧急直播，记者尹世贤就在最前线。庆元在人群中拼命挣扎，他顾不上自己，满脑子都是还没出来的全旭。他一把拽住记者的衣服，哭着求他给个消息，欧巴千万不能出事啊！尹世贤正忙着直播，结果被庆元死死拽住，他只能一边安慰一边帮他擦鼻涕。谁能想到这个被他当成救命稻草的大叔，竟然是电视台的王牌主播。尹世贤整理好衣服，对着镜头开始了专业报道，可刚才那一幕已经全转出去了，这下彻底社会性死亡了，全国观众都看到了。庆元在灾难现场为了追星号啕大哭，家里这下直接炸锅了，亲戚朋友全在电视上认出了他，这简直是公开处刑。庆元刚一进家门就被老爸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把家里的脸都丢光了。追星追到全国直播，偶像还没救出来，他自己先要被家里扫地出门了。这些心爱的海报在父母眼里全是废纸，被当面撕成了碎片。老爸的话说得更狠，学习不好还没长相，再敢追星就滚出这个家。庆元躲在房间里偷哭，他在那一刻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法学院，只有变得足够优秀，才能堂堂正正地再次出现在全旭面前。从那天起，他确实像变了个人。可直播事故还没结束，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说她就是那个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孩。谁能想到，连那个安慰她的记者尹世贤都因为这段视频彻底火出了圈。而且全旭在传送门里走了一遭，竟然直接觉醒成了 S 级猎人。在这个看脸又看实力的时代，觉醒就意味着一步登天。全旭的人气瞬间烧到了最高点。现在的年轻人做梦都想成为顶级猎人，只要满17岁，全都得去参加测试。庆元也跟着去走了个过场，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他头上？结果测试完没过几天，家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来的人竟然穿着国防部的制服，对方拿出一份厚厚的公文，笑着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选为觉醒候选人了。这意思再明白不过，庆元这个平凡的追星少女马上也要变成猎人了。体检结果就摆在面前，庆元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催着他赶紧去登记。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15天之内必须报到。这哪里是通知，简直是强制征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条款，庆元感觉脑袋都要炸了，这服役期限到底要多久？对方还在等他的答复，可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这跟计划好的完全不一样。本来一心想着考法学院，以后好风光光的去见欧巴，结果现在梦想还没起飞就转弯了。谁能想到，觉醒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灾害办领个铁饭碗，这公务员当得真是猝不及防。谁能想到，家里为了他当公务员这事已经彻底闹翻了。原本指望他能当上法官，结果他却选了最平凡的路，连弟弟都在一边看笑话。大家都觉得觉醒者能赚大钱，可那只是 S 级大佬的剧本，金币堆得像山一样高，现实对1级的庆元来说简直就是个冷笑话。存了10年的钱，看着手机里的余额，他甚至想去买张彩票碰运气。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部门拍摄，庆真组长却突然下令让庆元赶紧去准备出镜。这下庆元彻底懵了，不是说只有前辈一个人上吗？怎么连那个男人也要来？尹世贤这个名字在圈子里就是神话，不仅是国民度最高的主播，还是救过人的大英雄。不管是深入险境救孩子，还是在镜头前硬刚大佬，他从来没输过。但真正让他封神的，还是那场谁都忘不掉的出道首秀。庆元现在整个人都要炸了，谁来不好，偏偏是那个尹世贤要过来。虽然庆真组长一直在旁边安慰，说都过去10年了，人家大明星肯定早把他忘了，只要装成普通员工就能混过去。可庆元心里还是没底，只能赶紧跑到仓库去搬砖，想靠干活来分散注意力。就在他埋头整理魔法石的时候，
寂静的仓库里突然传出一阵奇怪的动静，这地方明明只有他一个人。庆元停下动作，试探着往货架深处看去，这下真的彻底完蛋了。庆元一个没站稳，竟然把最值钱的 A 级魔法石给摔了个稀碎。更倒霉的是，拍摄团队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推门而入，把这尴尬的一幕全给录进去了。几天后，庆元整个人都快碎了，原本想躲着尹世贤走，结果现在成了全公司的笑柄。庆真组长还在旁边补刀，说虽然拍摄搞砸了，但好歹带他来电视台见了世面。可看着那张800万的欠条，庆元心里只有一句话：这班真的是一天也上不下了。庆元现在满脑子都是冤枉，他一个垫底的1级人员，怎么可能徒手捏碎 A 级魔法石？可现在根本没人信他。还没等他从委屈里缓过劲，庆真组长就带着他直接闯进了拍摄现场。就在导演喊话准备的时候，那个男人出现了。尹世贤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光是站在那，气场就压得人喘不过气。庆元吓得脚下一滑，眼看就要当众出丑，一双有力的手突然扶住了他。尹世贤低声问他有没有受伤，这近在咫尺的距离让庆元的大脑瞬间死机，他哪还敢多待1秒，语无伦次的应了几声，扭头就跑出了演播室。这下好了，不仅欠了800万，还在国民男神面前丢脸丢到了家。尹世贤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看他那副淡定的样子，庆元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刚才那个尴尬的撞击并没让他想起10年前的事，他现在只想缩在角落里当个没人注意的透明人，只要熬过这半天，他就能彻底解脱了。可现实往往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庆真组长在镜头前摆弄了半天，那块魔法石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看拍摄就要卡壳。就在这时，庆真突然转过头，死死盯住了躲在后排的庆元，非要让他上台去试试。庆元吓得魂都飞了，拼命摆手想要拒绝，可导演已经在旁边疯狂催促，说时间紧迫，让他赶紧过去救场。这下真的是赶鸭子上架。庆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越想躲，反而越要被推到尹世贤的眼皮子底下。庆元被逼到了死角，只能在心里把各路神仙求了个遍。谁能想到，这随口的求救竟然真的有了回应。一个自称无名星辰的存在，突然在他的意识里刷屏，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整个演播室就开始剧烈震动，警报声瞬间炸裂。谁也没想到，电视台大厅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座传送门，而且还是危险的 B 级。现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庆元想关掉那个诡异的系统弹窗，可对方的力量实在太强，竟然直接跳过他的许可，强行通过了接近申请。现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庆元一边指挥大家原地蹲下，一边回头寻找尹世贤的身影。这种时候，他竟然还想着让对方先撤离，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只手突然死死扣住了他的肩膀。尹世贤非但没走，反而一把将他拽了回来。庆元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眼角的余光就扫到了尹世贤身后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就在这一秒，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传送门已经彻底生成完毕。传送门就在尹世贤的身后，张开了血盆大口。危险就在背后，庆元急得大喊，让尹世贤赶紧躲开。可这位首席主播竟然反手把庆元护在身后，他不想让普通人卷进来。尹世贤根本不知道，眼前的女生才是真正的猎人。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刺眼的光芒已经把他们彻底吞没。耳边全是系统的提示音，庆元被吵得不行，睁眼一看，周围的环境全变了。这根本不是刚才的街道，而是被传送到了地下城。更要命的是，系统显示这里竟然是 B 级。看着旁边昏迷不醒的尹世贤，庆元心里咯噔一下，他只是个普通人，掉进这种地方简直是死路一条。一个1级猎人带着个普通人掉进 B 级地下城，这下真的是彻底完蛋了。可就在庆元绝望的时候，系统面板突然疯狂刷屏，一个叫无名心灵的神秘存在竟然盯上了庆元，不仅在偷看他的资料，甚至还在嘲笑他的等级。庆元突然反应过来，这可是传说中的心灵，当初全旭能成为 S 级，就是因为遇到了合适的心灵。这哪里是嘲讽，这分明是翻身的机会，直接送到了嘴边。庆元本以为要迎来2次觉醒，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结果这个无名心灵不干正事，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问尹世贤是不是她男朋友。庆元当场就炸毛了，这哪是男朋友，这分明是他的黑历史。可对方根本不听解释，直接开始强行搜索他的个人隐私。这下麻烦大了，心灵不仅把他的底细摸了个透，还嘲笑他的人生像部情景喜剧。庆元怎么也没想到，救命稻草竟然变成了吃瓜群众。这个无名心灵简直是个老古董，放着正事不干，非要给庆元乱点鸳鸯谱，还说尹世贤长得帅，非要撮合他们两个。庆元听得直翻白眼，他现在穷得叮当响，连生存都费劲，哪有心思谈什么恋爱？结果心灵还嫌他没志气，两人隔着屏幕吵得不可开交。但庆元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他唯一的翻身机会，哪怕对方再不靠谱，他也得咬牙豁出去了。为了能抱上这根大腿，庆元连脸都不要了，对着系统面板就开始套近乎，一边拍马屁一边展示自己的1级工牌，口口声声说现实太残酷，求这位老师救救孩子。心灵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嫌弃现在的年轻人太弱，还顺便吹嘘了一波当年的战绩。庆元见状直接摊牌，卑微请求对方成为自己的守护星，只要能升到 B 级，让他干什么都行。可谁能想到，心灵根本不屑于画这种小饼。就在庆元还在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对方直接甩出一个终极诱惑，问他想不想直接成为 S 级。听到能变 S 级，庆元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甚至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忙不迭的疯狂点头，生怕这到手的机会飞了。心灵见他答应得这么痛快，直接甩出了契约的附加条件，他竟然要求庆元必须和旁边的尹世贤谈恋爱。这下庆元彻底傻眼了，刚才那股兴奋劲儿瞬间没影，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所谓的觉醒契约里竟然还藏着这种霸王条款。庆元这下彻底急了，哪有心灵一上来就让契约者跟旁边的人谈恋爱的？这到底是觉醒契约还是强制相亲啊？结果这心灵更离谱，直接开始翻庆元的黑历史，连他以前写的同人小说都被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这简直是公开处刑。庆元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要能让这心灵闭嘴，他现在什么都愿意干。就在这时，心灵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只要签下这份契约，等级直接连升5级。面对这种诱惑，庆元陷入了沉思，这到底是翻身的机会，还是另一个坑的开始？庆元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拒绝选项，这根本就是强买强卖。但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他就能直接一步登天变成 S 级。既然没得选，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随着契约正式达成，整个局势瞬间发生了变化。原本躺在地上的尹世贤，这时候也终于睁开了眼。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眼神里透着一股寒意。看来他已经意识到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地方，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下城。尹世贤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根本就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但他现在顾不上抱怨，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他好像还抓住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肯定也被带到了这里。如果对方没有自保能力，现在的处境绝对非常危险。想到这，尹世贤坐不住了，他必须立刻出发，赶在出事前把人给找回来。尹世贤本以为是魔兽靠近，结果虚惊一场，原来是庆元找了过来。看到他终于醒了，庆元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可当尹世贤看到他腿上的伤，心里全是愧疚，觉得都是因为救自己才让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庆元倒是一脸淡定，他说保护平民本来就是职责，根本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放在心上。不过现在还没到煽情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暂时安全，但还没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庆元提议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尹世贤指了指远处的岩石缝隙，觉得那里是个不错的藏身点。两人达成共识，准备动身。可就在这时候，尹世贤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事，眼前这个姑娘竟然完全不认识自己。他可是大名鼎鼎的主播尹世贤，平时走到哪都是焦点，结果在这儿碰了钉子，只能硬着头皮重新自我介绍。庆元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尹世贤刚想问对方叫什么名字，草丛里突然传出一阵响动，两人瞬间警觉起来，结果钻出来的竟然是一只看起来挺可爱的白兔子。庆元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这兔子的画风就彻底崩了，它猛地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紧接着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这玩意儿像充了气一样疯狂膨胀，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座小山大小的巨型怪物。这下两人彻底看傻了。尹世贤大声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庆元一边跑一边喊，这是地级食肉兔。这下麻烦大了，这种级别的怪物战斗力简直跟老虎没区别。尹世贤指着前面的山洞，先去那里躲一下。两人刚进山洞，那只疯兔子就撞了上来，这地方恐怕也撑不了多久。庆元看着他手臂上的血，声音里全是自责，怪自己一个猎人竟然没保护好普通人。尹世贤倒是挺冷静，说这只是点皮外伤，毕竟越级对付怪物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洞外的怪物还在发疯，石头被撞得满地乱飞，这山洞眼看就要塌了。庆元突然停顿了一下，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其实我的名叫庆元。这下把尹世贤听懵了，命都快没了，你现在跟我介绍名字？庆元现在整个人都崩了，嘴里一直念叨着想死，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猎人绝望成这样？时间回到1小时前，他竟然意外收到了系统提示，说他成功和心灵丘比特签订了契约。他当时还纳闷，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扯到希腊神话去了？结果系统比他还傲娇，直接吐槽他没良心，说刚才求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庆元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查看技能，结果这一看，整个人彻底傻眼了。这给的都是些什么离谱技能？在这种玩命的关头，爱神的力量到底能顶什么用？庆元看着面板上的技能，整个人都傻了。本以为签了契约就能变强，结果系统竟然嘲讽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总想不劳而获。更离谱的还在后面，系统发布了一个同伴任务，指定对象竟然就是尹世贤，任务内容居然是互相叫名字，甚至还要牵手。如果完不成任务，他这辈子都只能是个1级废柴。庆元气得大骂系统是诈骗犯，可对方根本不给退货的机会。画面回到现实的山洞里，庆元顶着巨大的压力，尴尬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庆元。尹世贤听得一头雾水，毕竟在怪物堵门的时候，突然开始自我介绍，怎么看都像是脑子出了问题。就在这时，洞外的怪物再次发狂，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尹世贤为了挡住怪物的攻击，后背被抓得血肉模糊，这下局势彻底失控了。庆元看着他背后的血迹，知道再犹豫下去，两个人今天都得交代在这。他咬咬牙，决定把羞耻心先扔到一边。他一把抱住尹世贤，急切地要求他快点叫自己的名字。尹世贤整个人都懵了，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看着庆元认真的样子，他还是下意识地喊出了庆元。随着这一声呼唤，系统提示任务终于达成，庆元立刻解锁了新技能，光是想到你就能让我变强。虽然这技能名字听着离谱，但现在的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庆元本以为只要这样死死抱住尹世贤，就能发动那个离谱的技能，场面一度非常感人。可抱了半天，除了尴尬的沉默，什么都没有发生。尹世贤整个人都僵住了，完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一个提示，说刚才那个是被动技能，也就是说，只要学会了就会自动生效，根本不需要抱在一起。庆元这下彻底破防了，他对着系统疯狂咆哮：这种事为什么不早说？这种社死现场，换谁都想原地消失。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这个技能的触发条件竟然是必须跟尹世贤身体接触，只要碰一下，战斗力直接翻倍。看着尹世贤疑惑的眼神，庆元把心一横，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豁出去了。现在不是尴尬的时候。庆元扶起受伤的尹世贤，只想带他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外面全是怪物，但看着庆元坚定的样子，尹世贤没再多问，把命交到了他手里。机会只有一次，一旦错过，就彻底没戏了。庆元死死盯着洞口，就在巨型兔子分神的瞬间，他大喊一声，直接冲了出去。就在巨型兔子扑过来的瞬间，庆元脚下一滑，差点直接交代在这。尹世贤还没来得及救人，庆元身上突然冒出白光，整个人唰的一下，竟然真的飞起来了。本以为这下稳了，谁知道这技能熟练度太低，根本不听使唤。庆元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跟火箭一样窜上了天，只留下尹世贤在下面看傻了眼。这下真的完大了，庆元像断了线的风筝，直冲云霄，根本停不下来。再这么飞下去，怪物是抓不着他了，但他估计得在太空冻成冰棍。系统甚至还开启了嘲讽模式，说他这是要直接飞去见上帝。生死关头，庆元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拼命想象自己长出了翅膀。没想到这招还真灵，一对巨大的白色羽翼破茧而出，总算让他在半空中稳住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新的麻烦又来了。这飞上来容易，到底该怎么降落啊？庆元这才反应过来，光顾着自己飞了，尹世贤还在下面被兔子追杀呢。就在怪物要下死手的瞬间，他从天而降，一把拽住了尹世贤的手。谁能想到这两个人一接触，竟然触发了隐藏的合体 buff， 战斗力瞬间爆表，直接把那只巨型兔子给震飞了。本以为这下总算安全了，结果庆元这技术实在太潮，还没等尹世贤站稳，两个人就直勾勾地撞在了树干上。这一撞可不轻，庆元整个人像件衣服一样，直接挂在了树枝上。尹世贤在旁边都看懵了，赶紧问他还有没有气。庆元只能尴尬地回了一句：我还活着。看着庆元背后的翅膀，尹世贤开始怀疑人生了，一个一级猎人竟然会飞，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庆元只能一边道歉，一边用说来话长来打马虎眼。毕竟刚才那个自信满满说有办法逃跑，结果却像火箭一样飞向太空的人，确实让他丢尽了脸。尹世贤倒是挺大度，觉得庆元救了他的命，自己被当成任务目标也无所谓。只是他纳闷，为什么任务非要跟他肢体接触？庆元在旁边心虚的要命，总不能直接告诉他这坑爹的任务内容其实是约会吧？他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可还没等两人喘口气，天色就暗了下来。尹世贤的语气突然变得很严肃，他说地下城的夜晚才是真正的地狱，现在的庆元还没法完全掌控 S 级的力量，硬刚肯定没戏。尹世贤提议，接下来的3天，他们必须找地方躲起来，死命撑到救援队赶来为止。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两人商量着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可尹世贤受了伤，行动实在不方便，庆元倒是干脆直接提议要抱着他飞过去。尹世贤听完脸都僵了，还在那儿犹豫有没有别的办法。庆元一看他这反应，还以为是嫌弃自己的技术。尹世贤赶紧解释，是怕自己一个大男人太重了，怕庆元吃不消。结果庆元根本不废话，二话不说，直接给了尹世贤一个标准的公主抱。这下轮到尹世贤尴尬了，被一个女生这么横抱着，他只能小声问一句：我真的不重吗？庆元倒是笑得一脸轻松，这点重量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是这画面怎么看都觉得哪里怪怪的。庆元一边飞一边还得小心翼翼地问，这样抱得稳不稳，生怕尹世贤觉得不舒服。尹世贤没说话，只是这么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庆元还以为他哪里难受，赶紧让他有事儿就直说，结果尹世贤沉默了半天，突然叫了他的名字。他问庆元，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突如其来的试探让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微妙，庆元甚至紧张得手滑了一下，赶紧开口道歉。看对方没打算正面回答，尹世贤只能找个借口转移话题，问他要不要先离开这里。庆元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个送命题给绕过去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安全区。庆元想起刚才在高处看到了一棵参天大树，旁边还有巨大的怪物蛋。尹世贤立刻反应过来，安全区通常就在 BOSS 巢穴附近，既然有了线索，那就先去那边看看。两人正准备出发，耳边突然传来了求救声。庆元定睛一看，树下竟然有2个穿校服的学生，这地方怎么会有孩子？他带着尹世贤赶紧降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2个女孩吓得不轻，说他们本来在参观工作室，结果一阵地动山摇，醒来就莫名其妙到了这鬼地方。看来被卷进来的远不止他们几个。尹世贤和庆元赶紧安慰这2个孩子，本以为救下他们就没事了，谁知道学生却说，其实还有一个人，那个女孩叫瑞希。当时大家都吓得只知道哭，只有她最冷静，还带着大家找地方躲起来。本以为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救援，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一瞬间，一只像老鹰一样的巨型怪物直接把瑞希给抓走了。听到这里，庆元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除了这2个孩子，竟然还有幸存者在外面，而且现在的处境恐怕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庆元捡了一些树枝回来，尹世贤顺手接了过去，打算先在这里生火落脚。看着这片开阔的草地，尹世贤感叹运气
还算不错，毕竟有些安全区窄得连站人都费劲，只要守在这里，应该就能等到救援队。可眼下的麻烦是，那2个学生环在不停的哭，怎么哄都止不住。庆元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干脆掏出一大块怪物肉，笑着跟孩子们显摆。他说自己可是个厉害的猎人，刚才那个怪物随随便便就抓到了，这种事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孩子们果然被唬住了，瞪大眼睛问了一句：“那姐姐，你是 A 级猎人吗？”这下轮到庆元尴尬了，这牛皮好像吹得有点大。另一个学生说着，毕竟弟弟收集了那么多猎人卡，上面可从来没见过这位姐姐。尹世贤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这种事就像在学校问排名，谁听了都会觉得尴尬。庆元也顺着台阶下，保证说就算自己等级不高，保护2个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本事，庆元神秘秘地掏出了秘密武器，结果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个追星用的应援棒。这下气氛更尴尬了，学生甚至开始打听他追哪个爱豆。庆元只能红着脸解释，这东西其实另有妙用。只见他用力一甩，应援棒竟然真的变长了，还触发了一个听起来很励志 S 级的技能，熟练度较低，但实际上只有1级的垫底技能。看来指望这个武器去打怪，确实是有点难为他了。庆元解释说，平时这应援棒可没这么亮，大概是今天情绪太激动，才让这1级技能超常发挥了。只见他把光束往木柴上一凑，火苗蹭的一下就窜了起来。孩子们总算露出了笑脸，尹世贤也松了口气，多亏了庆元，这压抑的气氛总算缓和了不少。既然火生好了，尹世贤主动接过了烤肉的活。别看他平时冷冰冰的，干起家务活来还真是有模有样。没一会儿，肉香味就飘了出来。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庆元心里也暖暖的。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这种片刻的安宁显得特别难得。夜越来越深，火堆还在噼啪作响。2个孩子靠在一起，不知不觉就睡熟了。尹世贤压低了声音说：“他们这一天经历了太多，肯定是累坏了。”尹世贤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小年纪就亲眼看着朋友消失，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他低声叹了口气。其实自己也一直在想，那个女孩如果当时动作能再快一点，或许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想起学生们的眼泪，庆元沉默了很久，那种无力感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他突然叫住了尹世贤，语气变得异常坚定。他说自己没法就这样待着，他必须回去把那个失踪的孩子找回来。尹世贤赶紧拦住他，说：“你现在还没到 S 级，一个人去简直就是送死。”但谁能想到，庆元这会儿底气十足，因为他刚完成任务，手里正攥着一个待解锁的新技能。他仔细研究了一下，什么看穿信息、位移技能，这些都好理解，可最后这个叫增值的技能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让怪物当场生孩子吗？庆元在那儿胡思乱想半天，结果系统直接看不下去了，跳出来吐槽说：“你想什么呢？这个增值技能其实是让你力量翻倍的强力增益，虽然一天只能用半小时，但关键时刻绝对能保命。”庆元这下更有信心了，他跟尹世贤解释，有了这个技能，自己一个人去也没问题。尹世贤还是觉得太冒险，毕竟大半夜进副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庆元早就观察好了，他说刚才看到大 boss 已经带队出去巡逻了，现在老巢正空着，是救人唯一的计划。哪怕这决定看起来很鲁莽，他也想尽全力试一试。看着庆元坚定的样子，尹世贤心里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以前要是能成熟点，或许也能像他这样勇敢。他终于不再阻拦，主动提出留下来照顾孩子，让庆元赶紧去救人。可庆元刚准备动身，脚下突然一个踉跄，原来是刚才觉醒技能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扭了。尹世贤二话不说，蹲下身子帮他脱鞋检查。虽然庆元还在尴尬袜子上的破洞，但他已经熟练的帮他包扎好了。这一番叮嘱之后，庆元终于要踏上那段生死未卜的旅程了。就在气氛最暧昧的时候，系统居然带头起哄，非要让这2个人亲一个。庆元哪受得了这个，大喊一声我走了，直接一个瞬移消失在原地。等他冲进森林里，脑子里还在纠结刚才那只破袜子，简直是丢脸丢到家了。系统赶紧提醒他别光顾着尴尬了，前面全是怪物。不过有了 S 级技能，这些小怪根本不够看。庆元一边打怪一边开始做梦，要是这次立了大功，是不是就能升职加薪了？到时候换个大房子住，那日子才叫有盼头。庆元一边幻想着未来的好日子，一边给自己打气，无论如何这次一定要平安回去。他张开双翼，直接扎进了森林最深处。系统提示已经进入了 BOSS 领地，好在那个大家伙还没回来。虽然正主不在，但空气中残留的威压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庆元咬紧牙关，硬是扛了过去。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股热流涌遍全身，力量正在疯狂暴涨。看来那个增值技能终于要发挥真正的威力了。寂静的森林里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哭喊声，庆元立刻停下脚步。这声音听着不对劲，他顺着声音找过去，终于在茂密的草丛后面发现了那个失踪的女孩瑞希。看着瑞希害怕的样子，庆元下意识地掏出工牌，一本正经地报出了那一长串听起来就让人头大的官方头衔，连系统都忍不住吐槽，这种时候跟小孩子说这些，他怎么可能听得懂？好在庆元赶紧改口，说是受了朋友的委托，专门来救他的。瑞希这下彻底破防了，扑进他怀里大哭起来。庆元安慰好瑞希，打算先带他去安全区躲一躲，可还没走2步，他就发现草丛里有点不对劲，一堆发着蓝光的巨蛋就这么横在路中间。系统提示这竟然是副本的核心，只要把它打碎，所有人都能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核心的等级不低，但庆元感受着体内翻倍的力量，觉得这事儿大有可为。
既然机会就在眼前，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他握紧手中的武器，准备直接给这个核心来个痛快的，能不能成，就看这一哆嗦了。就在庆元准备动手的一瞬间，系统突然弹出提示，风向变了。他猛地抬头看向半空，直觉告诉他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靠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满屏的红色警告疯狂跳出，刺眼的警告声响成一片。副本的主人在这个最糟糕的时机回来了。瑞希吓得大声尖叫，谁能想到副本主人回来的这么快？救命这两个字已经喊到嗓子眼了。庆元心里很清楚，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立刻毁掉那个魔力核心。这一剑下去，核心瞬间支离破碎。虽然拿到了新称号，但事情也彻底闹大了。系统疯狂弹出警告，副本主人现在已经完全暴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副本主人的速度越来越快，庆元带着瑞希拼命往安全区赶，只要能撑到支援赶到，他们就有救了。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红色警告，他们已经被彻底盯上了。还没等两人松口气，眼前的安全区竟然凭空消失，这下连最后的避风港也没了，局面瞬间失控。庆元只能使出最后的手段，大声呼唤着尹世贤，小心背后。伴随着一声怒吼，巨大的黑影突然扑向人群。尹世贤根本来不及多想，直接用身体挡在学生面前，这一击避无可避，现场瞬间溅起一片血色。幸好庆元及时赶到，确认大家没有生命危险后，他立刻意识到这些怪物发疯全是因为自己。副本主人已经盯上他了，为了不连累其他人，庆元决定独自引开那个怪物。尹世贤大声喊道：“这里有我守着，你只管专心对付那个家伙。”庆元扇动翅膀冲向高空，但他心里很清楚，一旦被副本主人盯上，想甩掉他根本不可能。现在的他只有半步 S 级的实力，身边也没有能帮他增幅的搭档。虽然心里完全没底，但为了身后的人，他绝不能退。就在这节骨眼上，系统竟然发来一条离谱的消息，说什么靠爱的力量就没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还没等他吐槽完，头顶的黑影已经压了下来，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笑，巨大的黑影直接扑了过来。庆元立刻发动 S 级飞行技能，在半空中强行稳住身形。这怪物的体型大得离谱，光是一只眼睛就能映出庆元渺小的身影，实力的差距一目了然。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死死握住手中的武器，他对着怪物愤怒地咆哮：“我今天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庆元直接开启了大招，一道耀眼的强光贯穿天际，这一击他显然是拿命在赌。系统疯狂弹出警告，他的魔力正在急速枯竭。就在技能强行中断的最后一秒，巨大的怪物终于轰然倒地，屏幕上跳出击杀提示，他竟然真的越级干掉了大 boss， 不仅拿到了稀有称号，还解锁了一个听起来就很危险的状态——狂战士。这下事情的走向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了。庆元从空中无力的坠落，看着渐渐远去的亮光，他喃喃自语：这下全完了。副本外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家属们在警戒线外拼命嘶吼，要求管理局立刻救人，场面几乎快要失控。猎人管理局的郑佑真急疯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可那个被他骂作疯子的家伙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就在他耐心耗尽的时候，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那个失踪已久的男人终于慢悠悠地露面了。郑佑真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到底死哪去了？现在立刻给我滚进副本救人！”全旭却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仿佛眼前的危机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全旭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让郑佑真彻底火了，可他接下来的话却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在他眼里，5个人的失踪根本不算什么，媒体只有在死够10个人的时候才会得给个头条，人命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无聊的数字。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半空中突然弹出系统提示，副本竟然被清除了。所有人直接愣在原地，谁也没想到里面的人居然能自己杀出来。就在这时，一个更有分量的人物出现了，首尔管理局的总局长李恩珠竟然亲自赶到了现场。他一开口就直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个失踪的马浦分局员工到底叫什么名字？郑佑真给出了答案，失踪的那个人只是魔石管理部的一个1级猎人，名字叫庆元。听到这个等级，李恩珠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一个最底层的1级猎人竟然能从那种副本里生还，这简直就是奇迹。现场一片混乱，大家等了这么久，幸存者终于露面了。尹世贤带着学生们总算从鬼门关走了出来，虽然看着有点狼狈，但好在命保住了。救援人员赶紧围上去，确认还有没有其他人，结果得到的回复让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目前获救的只有主播和这几个学生，至于那位最关键的猎人，到现在还没见踪影。尹世贤在旁边急疯了，明明说好解决掉怪物就出来，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看着身后那片火光，尹世贤也意识到事情可能真的要失控了。火光之中，尹世贤仿佛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时刻，那个女人的动作和当年的场景一模一样。就在这时，最后一名幸存者也被抬了出来，是庆元。救援人员赶紧上前检查，好在只是虚惊一场，人总算是保住了。尹世贤这边的情况却很反常，他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医生一边给他戴上氧气罩，一边提醒他赶紧呼吸。谁能想到，为了在那种环境下活命，他竟然硬生生憋气憋到了极限，连专业的救援人员都看傻了。多亏了那位猎人，大家这次才能死里逃生。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一定要亲口谢谢那个救命恩人。几天后，猎人管理局大楼里，一场气氛诡异的会议开始了。尹贤东作为负责人，正在汇报汝矣岛那次突发事件。他说，那个 B 级传送门竟然在10小时内
就被彻底清除了。更离谱的是，当时被困的平民全是普通人，所以高层怀疑庆元是在绝境中经历了2次觉醒，才爆发出了那种惊人的战斗力。有人问起庆元的近况，郑佑真面不改色地说：“他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呢。”话音刚落，尹贤东猛地拍案而起，当众拆穿了他的谎言。他说庆元根本不在什么监护室，而是被秘密转移到了私人病房，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尹贤东这次是彻底豁出去了，他当众指责郑佑真，说他故意把庆元藏起来，就是为了掩盖2次觉醒的真相。郑佑真被气得不轻，猛地一拍桌子，直接宣布会议暂停。这明摆着是想强行堵住大家的嘴。散会后，两人吵得更凶了。郑佑真强调自己是上司，让尹贤东说话客气点，还拿生病当借口死不松口。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一直坐在旁边的李恩珠突然开口了，他不仅没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地补了一刀，说尹贤东没升职纯粹是因为能力不行。这下尹贤东彻底炸毛了，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李恩珠这才慢悠悠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示意大家冷静。他这一出面，原本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下属郑佑真实在受不了了，跑来跟李恩珠局长抱怨，说尹贤东这几天简直像个疯子，把管理局上下所有人都盘问了个遍。李恩珠头都没抬，冷冷地问了一句：“你现在是什么级别？”郑佑真愣了一下，说是11级。李恩珠直接把话堵了回去：“我是3级，想在我面前抱怨，先学会怎么闭嘴。”教训完下属，郑佑真开始处理善后工作。那些幸存的学生都拿到了赔偿，唯独尹世贤竟然1分钱都不要。这事儿显然没那么简单。李恩珠心里很清楚，尹世贤的父亲可是尹善贤议员，那是个一直想把管理局私有化的狠角色。虽然父子俩以前政见不合，但这次尹世贤拒绝赔偿，很可能是想抓管理局的把柄，帮他老爸彻底搞垮这里。尹贤东还在会议上坚持，想趁事情没闹大赶紧结案，但李恩珠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反问他：“要是舆论炸了，你担得起责吗？”这一句话就把尹贤东噎住了。李恩珠随即宣布散会，但他私下却交代下属，不能一直把人藏在医院里，得让庆元赶紧回来上班。此时，在医院的301病房，庆元的妈妈正一边削苹果，一边数落躺在床上的庆元，说他想靠救人来躲掉辞职，简直是异想天开。庆元倒是心态挺好，笑着说自己身体没问题，根本够不上病退的标准，气得妈妈直翻白眼，担心他留下什么后遗症。最让妈妈不爽的是，那个被救的电视台主播到现在连个谢字都没有，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觉得那个被救的主播太没礼貌，就算自己也受了伤，起码也该过来打个招呼。庆元还在旁边小声替他解释，说人家也是病人。结果妈妈更生气了，直骂庆元性格太软弱，活该被人当成傻瓜占便宜。就在妈妈骂得起劲的时候，病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尹世贤竟然就站在门口，手里还捧着鲜花和一大篮水果。他一脸歉意地打了个招呼，问自己是不是来晚了。这下场面可尴尬了，刚才还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结果正主直接推门进来了。妈妈一眼就认出他是大主播，刚才那副凶巴巴的样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庆元躲在被子里，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可是他最狼狈的时候，偏偏被最不想见的人撞个正着。尹世贤倒是表现得很大方，不仅关心其他同学的情况，还耐心地听妈妈唠叨，这副体贴的样子反而让庆元心里更乱了。眼看妈妈越说越离谱，庆元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赶紧开口，想把妈妈先支走，有些话他必须单独问个清楚。妈妈总算走了，临走前还不忘调侃一句，这下病房里只剩下他们2个，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尹世贤先开了口，他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是没能早点来看他，这副诚恳的态度让庆元心里那点局促消散了不少。原来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主播一直都在担心他的情况，他顺手递过来一杯咖啡，动作自然又体贴，这让庆元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接过咖啡的时候，他还有点手忙脚乱，尹世贤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认真。两人终于面对面坐了下来，寒暄和客套已经结束，接下来的话才是今天见面的真正目的。庆元捧着咖啡，他总觉得尹世贤话里有话，这个男人到底看穿了多少？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前一天郑佑真来过，谁能想到和尹世贤约会竟然成了所谓的觉醒任务？这事要是传出去，媒体肯定会彻底炸锅。郑佑真当机立断，要求暂时封锁晋升的消息，毕竟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超出了控制。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以庆元现在的半吊子实力，想去闯 S 级地下城，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郑佑真的话虽然难听，但句句都戳在了心窝子上。庆元低着头没说话，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自己确实还没那个本事。郑佑真的警告非常直接，如果庆元 S 级的身份现在曝光，全韩国都会把他和尹世贤凑成一对，到时候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庆元吓得当场拒绝，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郑佑真临走前反复叮嘱，这段时间必须把嘴闭严了。病房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庆元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心里犯嘀咕，郑佑真该不会已经把任务的事全告诉尹世贤了吧？时钟滴答滴答的走着，这种沉默简直是种折磨。庆元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决定不再乱猜，直接找当事人问个明白。没想到两人竟然同时开口，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尹世贤主动退让了一步，打算先交代自己的情况。原来他昨天刚出院，就被猎人管理局给盯上了，甚至连分局长都亲自打了电话，语气里全是警告的意思。
对方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他把在地下城里看到的一切全部烂在肚子里。庆元心里咯噔一下，郑佑真果然还是把他觉醒的事全告诉了尹世贤，看来 S 级这个秘密是守不住了。他小心翼翼的试探，生怕那个荒唐的约会任务也露了馅。好在尹世贤摇了摇头，看来他目前只知道等级的事，这让庆元稍微松了口气。就在这时，那个烦人的系统面板又蹦了出来，心灵在旁边疯狂催促，非要让他赶紧去约会。庆元只能在心里默默让他闭嘴。现在乃是说这个的时候。尹世贤接着解释，他按照约定没提地下城的真相，结果现在外界都把他当成了英雄，所有的荣誉和感谢全都阴差阳错的落在了他头上。看着那些家长送来的果篮，尹世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这本该是属于庆元的功劳，自己反倒成了那个抢风头的人。庆元赶紧摆手，他说主播当时也拼命保护了孩子，可尹世贤却非常坚持。他看着庆元的眼睛，语气变得格外郑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庆元，那天谁都活不下来。他这趟过来就是想认认真真地道个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真诚，庆元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原本尴尬的气氛，在这一刻竟然多了一丝微妙的温情。庆元赶紧拒绝了谢礼，还开玩笑说，这要是收了，没准会违反什么反贪污法。尹世贤听完也笑了，觉得这姑娘确实挺有意思。既然不收礼，尹世贤干脆掏出了名片，他郑重地递了过去，承诺只要庆元以后有需要，无论什么事，他都一定会帮忙。看着手里的名片，庆元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他觉得尹世贤这人挺靠谱，如果把那个奇怪的任务解释清楚，没准他真的愿意配合。机会就在眼前，庆元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犹豫。他抬起头，说出了那个让自己都心跳加速的请求：“能不能请你和我约会试试看？”这话一出口，病房里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尹世贤整个人都定住了，他显然没料到这个所谓的帮忙竟然会是这种展开。庆元心里早就后悔的要命，明明该先解释情况的，怎么脑子一热就表白了？眼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他赶紧强撑着笑脸，改口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这下局面更微妙了。尹世贤真的会信吗？尹世贤笑了笑说：“原来是开玩笑啊，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庆元当场愣住，只能尴尬的赔笑脸，说：“像您这么优秀的人，没女朋友才奇怪呢。”尹世贤临走前还补了一刀，说：“要不是自己名草有主，刚才那话他差点就当真了。”随后便礼貌的转身离开。等病房里只剩庆元一个人，系统提示突然弹了出来，说尹世贤根本没有女朋友，他刚才是在撒谎。这下庆元彻底崩溃了，这任务根本没法做。他对着空气大喊：“赶紧给我换个目标！”系统还在纠结刚才的表白，庆元却根本没心思搭理他，毕竟等级上不去，还得被老妈嫌弃没出息。现在最要紧的是搞钱，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穷得叮当响的女孩，背包里竟然塞满了 B 级素材，随便卖卖就能入账2个亿。可惜她现在的等级太低，直接去猎人市场卖货，肯定会被人盯上，只能先找个小诊所把材料处理掉。就在这时，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大家伙，那是能永久增加生命值的巨婴蛋，这可是真正的宝贝，到底是卖了换钱，还是留着自己吃？庆元陷入了纠结。看着手里这颗巨婴蛋，庆元心里直打鼓，这宝贝卖给诊所太亏了，要不干脆自己吃掉算了。还没等他下嘴，手机突然响了，是上司郑佑真发来的催命短信，让他办完出院手续立刻滚回公司。庆元当场瘫在床上，这射出的命真是比纸还薄。结果刚到公司门口，他就被一群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全都在打听他是不是2次觉醒了，场面1度失控。幸好郑佑真市长早有准备，派秘书强行把他从人堆里拽了出来，直接带进了办公室。郑佑真一见面就没好气地训他，说他一点分寸都没有，要是秘书没去接应，他今天非要被那群记者生吞活剥了不可。郑佑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1级猎人能从 B 级副本生还，这事儿实在太扎眼了。庆元老实交代说，那个厉害的 S 级技能只有在尹世贤身边才能发动，平时他只能用点基础招式。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短棍。郑佑真一脸嫌弃，问他拿个破棍子出来干什么？庆元赶紧反驳，这可是粉丝们众筹买的宝贝。郑佑真拿过去试了试，发现这玩意儿不仅能发光，竟然还能自由控制长短和粗细。虽然看起来挺唬人，但庆元承认必须得靠这个媒介，他还没法空手放光。郑佑真听完有点失望，觉得这技能还是差点意思。他随手拿起电话，说认识一个玩光的高手，打算找那个人来帮忙。庆元一脸懵，这个能让市长亲自求助的人到底会是谁？郑佑真口中那个玩光的高手，竟然就是顶流偶像全旭。听到这个名字，庆元整个人都定住了，这可是他天天在屏幕前刷视频的男神啊！全旭推门而入，一脸灿烂的打了个招呼，郑佑真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张口就管他叫花花公子。全旭倒也不生气，显然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庆元在一旁已经彻底凌乱，他怎么也没想到追星竟然追到了办公室里，这种毫无预兆的见面，简直快要了他的命。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郑佑真头也不抬地宣布，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庆元要直接去全旭的团队报道。这下庆元彻底傻眼了，从粉丝变成同事，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庆元整个人都懵了，对方可是大名鼎鼎的猎人，自己真的能帮上忙吗？全旭倒是一脸淡定，说这只是分内的工作，让庆元别太有压力。可庆元心里一直在打鼓，10年前的那件事，他到底还记不记得？庆元还在纠结要不要打招呼，全旭竟然先开口了，不仅记得
他是当年的学霸，还说了一句让他当场石化的话。原来全旭一直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大庭广众下为他嚎啕大哭的粉丝。更要命的是，那个丢人的视频，全旭居然全部都看过了。这下庆元彻底社死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重逢场面简直是公开处刑。全旭带着庆元往停车场走，随口提了一句分部有人2次觉醒的事，看来这就是庆元被调职的真相。坐进全旭的豪车里，庆元才算见识到了什么叫 S 级待遇，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连保安见了都要点头哈腰。就在庆元盯着人家的名表发呆时，全旭突然整个人靠了过来，这距离近的让人根本没法思考。结果人家只是伸手帮他把安全带给系上了，还顺便提醒他要注意安全。这下尴尬了，庆元只能低着头道谢，恨不得把刚才乱跳的心给按回去。庆元在车上尴尬的要命，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简直太丢人了。好在全旭没多说什么，直接把车开到了团队办公室。这里现在只有他们2个人，其他成员刚从地下城出来，这会儿都在休息。全旭也没打算浪费时间，一进屋就准备切入正题，想看看庆元到底有什么本事。庆元这回可是有备而来，直接掏出了提前整理好的笔记，看来这职场第一仗，他是打算拼尽全力了。全旭翻着笔记夸他准备的好，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庆元现在的技能虽然是 S 级，但等级却还是个垫底的1级，简直就是个半吊子。聊着聊着，全旭就开始不正经了，非要庆元喊他哥哥。这撩妹的手段一套接一套，搞得庆元差点就招架不住。可就在气氛刚要暧昧的时候，全旭突然提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一段谁都不想回忆的惨剧。当年他们4个人被卷进传送门，结果2个同伴当场牺牲，最后只剩下他和另一个新人在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那场惨烈的意外里，全旭为了保护同伴，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就在这生死关头，他遇到了所谓的闪耀仙女，这才死里逃生觉醒成了 S 级。不过这仙女只是个代号，全旭解释说，觉醒者的技能名称其实都跟本人的性格特质有关。他转头问庆元，那你这 S 级技能到底是反映了你什么特质？庆元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只能尴尬的承认，是因为他太爱追星了。这下全旭总算明白了，难怪他的技能一个叫千兽会逃脱，另一个叫敢通告，合着这 S 级天赋全是靠追星练出来的。全旭指着笔记上那个奇怪的技能，非要让庆元拿它练手。庆元还有点犹豫，怕这技能万一有什么副作用。全旭倒是一脸轻松，还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生日。庆元脱口而出就是3月6号，结果这技能唰的一下就发动了。庆元原本以为还是没反应，可等他再抬头看向全旭时，整个人都愣住了。通过那副黑框眼镜，全旭的所有隐藏属性竟然全都被他看得精光。这下全旭在他面前可真是一点秘密都没有了。庆元开门见山，全旭，你的状态栏我全都能看见。这下全旭坐不住了，赶紧递过本子，让他把看到的全部写下来。庆元一边写一边犯嘀咕，总觉得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尤其是那个叫无情祈祷的技能，怎么看都跟眼前这个人完全不搭边啊！这反差也太大了，他到底哪里无情了？看着本子上的数据，庆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能力简直就是开了挂。全旭一脸严肃地叮嘱，这件事必须烂在肚子里，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庆元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就是能看各属性吗？至于这么紧张吗？全旭摇了摇头，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你能看穿弱点，你觉得那些疯子会放过你吗？庆元这才反应过来，这哪里是外挂，这分明是招来杀身之祸的催命符。全旭突然话锋一转，问了庆元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有没有兴趣直接跳槽到 K 组？庆元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顶尖的精英小组，自己哪有那个本事进去？全旭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说这事儿还得跟郑组长商量，不用现在就给答复，反正话已经带到了，让他回去慢慢考虑清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橄榄枝，庆元的心里彻底乱了，这到底是机会还是更大的麻烦？全旭主动打破沉默，问庆元要不要继续聊聊技能。庆元还在纳闷，这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体贴？结果还没煽情2秒，系统里的心灵就开始疯狂刷屏。庆元紧贴清关系，说自己只是个纯粹的粉丝。言归正传，全旭想看看那个蜡烛技能的效果，可庆元却犯了难，手边没有合适的工具，这技能根本施展不开。听说只要是长条状的东西就行。全旭二话不说就去储藏室翻找，庆元也跟着过去帮忙。没想到还真让他在角落里翻出了个宝贝。全旭从角落里翻出一根长杆，说是队里猎人买的万圣节道具，让庆元拿去试手。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挺好使，庆元随手一挥，长杆竟然发出了耀眼的紫光。全旭在一旁看得直夸帅气，庆元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心想这种偶像级别的赞美听起来还真是不习惯。既然用着顺手，庆元就想干脆把这东西留下。全旭赶紧摆手制止，说这东西的主人是个硬核宅男，乱动他的宝贝那可是死罪。庆元一听立马就懂了，毕竟谁要是敢碰他的周边，他也得跟人拼命。看来这趁手的兵器还得另外想办法去定制了。庆元正发愁去哪儿弄材料，甚至打算去猎人市场碰碰运气，结果脑子一转，想起自己包里好像还有不少存货。全旭听完都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庆元就哗啦啦倒出一堆怪兽脚，说是之前在地下城觉得有用，就顺手全给捡回来了。
看着这一地亮闪闪的宝贝，全旭忍不住感叹，这姑娘还真是个有备无患的囤货狂。庆元紧接着又掏出几块 B 级魔石，想问问能不能也用上，可惜全旭说做武器暂时用不到这些。看着庆元一脸失落的样子，全旭盯着魔石琢磨了半天，最后干脆提议，要是他愿意卖这些魔石，他打算全收了。这下好了，材料的问题还没解决，庆元倒先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庆元还没反应过来，全旭就已经蹲在保险柜前，说现在就能把钱结清，反正他们队里正好缺魔石。庆元本想客气一下，说可以按优惠价卖给他，结果全旭头也不抬，直接报出了3亿的天价。看着那一叠叠厚实的现金，庆元整个人都石化了。一颗魔石1亿5千万，这简直比抢钱还快。全旭一边搬钱一边解释，说为了躲避下个月的财产申报，这笔买卖必须用现金交易，毕竟管理部的调查可是出了名的严。庆元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钞票，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这哪是做生意啊，这分明是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全旭一脸淡定的传授经验，说想带好一个团队，偶尔捞点油水或者搞点黑市交易，那都是家常便饭。庆元听得3观都要碎了，全旭却笑着安慰他，等以后成了 S 级猎人，对这种事自然就见怪不怪了。见庆元还是有些犹豫，全旭干脆换了个说法，魔石可以先不买，但刚才那些材料的钱必须收下。庆元还想推辞，说材料本来就是给自己做武器用的，哪有再收钱的道理。全旭却突然凑到他耳边，一边把钱强行塞进他手里，一边笑着说出了真心话。他说这么多废话，其实就是为了讨好庆元，因为他真的很想把这位人才彻底挖到自己身边来。面对全旭这番赤裸裸的表白，庆元整个人都懵了，只能一边语无伦次的应和着，一边死死攥住手里那叠沉甸甸的现金。他低着头小声嘀咕，说自己现在连 S 级都还没达到，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这份看重。全旭听完却轻笑了一声，不紧不慢地提醒他，你之前不是亲口说过，只要跟尹世贤交往就能变成 S 级吗？庆元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红着脸点了点头，承认确实有这么个说法。看着庆元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全旭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玩味。他说自己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对能让他迅速变强的绝妙主意。尹世贤刚回到电视台，这屁股还没坐热呢，麻烦事就一件接一件。先是家里那位议员父亲，一大早就打电话来查岗，他看都不想看，直接挂断，反正肯定又是些没用的废话。结果刚进大厅，又撞见了最不想见的人，那个刚休完病假回来的同事。对方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的说尹世贤趁他不在，把他原本的新闻时段给占了。看这架势，电视台里的明争暗斗又要升级了。面对这种职场挑衅，尹世贤可一点没惯着，直接当面回怼，说对方的资历还不够格。房军中这下被戳到了痛处，只能尴尬的打个哈哈，说自己只是在开玩笑，毕竟谁敢跟台里的明星主播争呢？可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房军中突然凑到他耳边，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让他小心火烛。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在关心，倒更像是某种警告。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尹世贤刚进局长办公室，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除了局长，沙发上还坐着几个生面孔。局长先是客套了几句，问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接着就介绍起旁边的人，说是文化部专门过来的。尹世贤礼貌地打了招呼，但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文化部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再看看局长那副样子，显然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正等着他去处理。文化部的 PD 开门见山说想请尹世贤去拍个纪录片，他当时还没当回事，觉得不就是出个外勤吗？结果局长在旁边叹了口气，说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次拍摄的地点竟然是在地下城里。尹世贤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原来对方是政府直属的 K 小队，而且人家指名道姓，非要让他这个当红主播亲自去。虽然局长也觉得这事儿离谱，但面对这种级别的要求，电视台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看来这次地下城之行他是非去不可了。局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尹世贤心里清楚，这趟差事他是推不掉了。可他脑子里突然闪过房军中之前留下的那句警告，让他小心火烛。难道那家伙早就知道会出事？一想到要重回那个地狱般的地下城，尹世贤就觉得脊背发凉。那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土 PD 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庆元竟然也加入了 K 小队。这个名字一出来，尹世贤彻底淡定不了了，甚至想起了两人曾经的纠葛。尹世贤第一反应是，难道是庆元指明要见他？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那姑娘的性格他最清楚，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可他怎么也想不通，庆元明明只是个1级猎人，怎么一转眼就进了 K 小队？难道他现在已经是 S 级了？在他的记忆里，庆元一直是个胆小内向的人，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他比谁都要勇敢。尹世贤心里其实很复杂，毕竟要不是庆元拼死相救，他根本活不到今天。可偏偏后来那场尴尬的告白，让两人的关系彻底闹僵了。要是没那档子事，他们现在或许还是朋友。尹世贤收回思绪，一脸严肃地看向局长，一个垫底的1级猎人，到底是怎么混进顶尖小队的？尹世贤推测，庆元可能只是被带去跑腿的，毕竟一个1级猎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式成员。局长听出话里有话，赶紧追问他是不是知道内情。尹世贤却打了个太极，说这是非公开消息，自己也不好乱说。眼看局长还在试探，尹世贤索性直接表态，这会儿他接了，这下可把文化部的人乐坏了，直呼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局长私下里对他赞不绝口，还顺嘴提了一句，说他不在的时候，
一直是房军中在代班。一听到这个名字，尹世贤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直接告诉局长，等他走后，必须换个主播，绝对不能让房军中继续待在他的位置上。看来比起危险的地下城，职场上的领地争夺，同样是一场不见血的战争。局长满脑子想的都是 K 小队能带来多大的热度。尹世贤听着只觉得讽刺，这种拿命换来的流量，真的值得吗？他不想再多待，礼貌的起身告辞。局长却突然补了一句，让他带向家里那位老父亲问好。这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局长是在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背后的家族利益。尹世贤只能低头应了一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刚一出门，他就死死攥住了手里的手机。什么热度，什么家族，他现在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哪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这趟地下城之行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凶险。全旭带回了一个新面孔，向大家介绍这位新队友。庆元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本以为是要去刷地下城，结果计划全乱了，居然要为了拍节目先停工。看来就算是顶级猎人，也逃不过讨厌加班的命运。李莱英突然举手发难，怀疑他是经历了2次觉醒才拿到了入场券。庆元只是笑了笑，事情没那么复杂，他只是刚好多了几个新技能。李莱英听完也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事居然真的会发生，看来新队友确实有点东西。全旭紧接着宣布了新任务，下周全员出发去地下城，顺便还要把纪录片给拍了。名单一个接一个念出来，这趟差事算是定死了。周一早上6点准时集合。就在大家准备散场的时候，全旭却突然叫住了伏羲，让他单独留下来。看这架势，肯定还有什么秘密计划，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全旭特意过来盯进度，想看看给庆元定制的武器到底做好了没有。负责制作的伏羲一脸自信，这可是他的得意之作，外形设计的相当拉风。庆元看着眼前这个大男孩，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提到制作就两眼放光。不过这东西拿在手里，看着实在太简单了。全旭甚至吐槽这玩意儿像个玩具。伏羲赶紧解释，这是为了配合庆元的保密技能，专门设计的低调款式。庆元随手按下了开关，一道紫光瞬间炸开。这把风暴之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危险。庆元看着武器的名字，总觉得这风格有点太中二了。伏羲却坚持这就是潮流。全旭在旁边一脸无奈，让庆元看看他自己的护具，名字取得更是让人没眼看。每次写装备报告的时候，全旭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偏偏伏羲还对自己的审美特别自信。庆元觉得白拿这么好的装备，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毕竟伏羲连材料费都没收。结果伏羲的要求也很奇葩，只要庆元万圣节陪他玩变装就行。庆元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在气氛刚好转的时候，全旭突然丢下一句话，让大家下周在艳阳集合。伏羲这下彻底懵了，这突如其来的出差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全旭突然宣布特训开始，在出发去艳阳之前，庆元每天都得来练习怎么用武器。伏羲还在旁边跟着起哄，说也要过来帮忙。这下庆元是彻底没法拒绝了。这一整天练下来，庆元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这种日子居然还要持续好几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本想好好休息一下，结果一进门就听见弟弟在鬼叫。庆世轩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头也不回的就让姐姐去煮面，说自己快要饿死了。庆元看着这个只知道打游戏的弟弟，心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难道是没长手脚吗？看来这家里的日子比在地下城特训还要心累。庆元最后还是没熬过弟弟，一边嫌弃一边在厨房忙活。热腾腾的拉面总算下了锅。就在这时，妈妈提着大包小包进了门，看着庆元在煮面，一脸纳闷的问：怎么现在吃这个？庆元无奈的叹了口气，说还不是因为庆世轩非要吃，自己只能在这儿当苦力。妈妈一听就开始心疼儿子，问他是不是又饿了一整天。庆世轩在屋里理直气壮的喊，说自己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妈妈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忙着打一整天游戏也算忙。庆世轩还在那儿嘴硬，说这一局才刚刚开始呢。这一家子的日常真是一天比一天热闹。妈妈还在为了庆世轩的事发愁，顺便叮嘱庆元刚出院别乱跑，万一被保险公司抓到把柄，那赔偿金可就泡汤了。听着妈妈抱怨家里到处都要用钱，庆元心里也沉甸甸的。他想起全旭之前给的那1000万，扣掉弄坏模式的罚款，手里确实还剩下一点。他在纠结要不要把这笔钱给妈妈。看着袋子里买好的面包，全是爸爸和弟弟爱吃的口味。明明家里人平时也不怎么关心他，可他还是下意识想照顾大家。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庆世轩突然凑了过来，吐槽他一个人躲着吃独食太小气。庆元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弟弟已经叫了他好半天。这平静的表象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庆世轩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吐槽姐姐刚才半天不吭声。庆元没好气的回了一句，那是你耳朵塞住了吧？看着弟弟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庆元只能在心里默念，轻声的一定要忍住。就在这时，电视里传来了新闻播报的声音，画面上的男人西装革履，专业又冷静地分析着局势，那正是尹世贤。看着屏幕里那个精英范儿十足的人，庆元心里五味杂陈。一想到很快就要正式见面，他甚至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虽然这家伙性格差到极点，但庆元盯着屏幕也不得不承认，这小子长得确实是真帅。结果因为盯得太入神，被旁边的庆世轩抓了个正着。庆元吓得赶紧挥手胡扯说，这大晚上的居然还有蚊子。这尴尬的场面真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庆世轩突然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一脸严肃地盯着庆元，说有个事儿想求他帮忙。
看着弟弟这副反常的模样，庆元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没什么好事。果不其然，庆世轩直接凑到他跟前，开口就要借500万。庆元整个人都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悬在半空，半天没反应过来。这小子平时虽然爱闹，但一张口就是这么大一笔钱，到底是在外面闯了什么祸？庆世轩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这钱是用来救命的，结果一转头就被亲姐接了牢底。原来是想借钱去植发，他居然还理直气壮说空城面是最看重发际线，这理由听得人火大。没钱还想整这些虚的，庆元根本不吃这一套，没钱就是没钱。谁知这小子竟然早有预谋，他连姐姐存款什么时候到期都算得一清二楚。这下轮到庆元彻底坐不住了，这小子的吃相是越来越难看了，不仅盯着姐姐的存款，连那点拿命换来的补偿金都不放过。庆元这下是真火了，住院的时候没见人影，分钱的时候倒是准时报到。他当场放话，这笔钱你想都别想。庆世轩一看硬的不行，赶紧找妈妈出来主持公道。本以为妈妈会站在自己这边，结果亲妈滤镜也有失效的时候，他还不死心，非要拿自己跟电视上的精英比，问妈妈会选谁当员工，结果换来了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这下好了，连妈妈都接不住这茬，庆世轩这回是彻底没戏了。庆元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妈妈堵在了门口，开口就是要他把补偿金借给弟弟。听到女儿说钱还没到账，妈妈竟然打起了他存款的主意，甚至开始道德绑架，说一个女孩子不结婚就想搬出去住，简直是丢家里的脸。面对妈妈画的大饼，庆元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种借钱不还的戏码，在这个家里已经演了无数次。他只是想守住自己的血汗钱，却被亲生母亲指责太冷酷，说他当姐姐的太小气，连这点小事都要计较。这一刻，身体的疲惫远比不上心里的寒意。在这个家里，他似乎永远只是个提款机。一进家门，迎接庆元的不是温暖，而是妈妈那张阴沉的脸，甚至连话都不让他多说一句。在这个家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受气包，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总是那个被针对的人。躲回房间后，庆真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听着电话那头的关心，庆元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松了一点。他忍不住开始吐槽，说弟弟为了那点发际线，简直要把家里闹翻天了。庆真听完，直接放狠话，说要把那小子的头发全拔光。虽然只是句玩笑话，却让庆元终于露出了笑脸。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庆真就问到了最现实的问题：这假修完了，到底什么时候回公司上班？面对庆真的询问，庆元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起了全旭的警告，在变强之前，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训练。全旭这小子看得很透，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只要你站得够高，以前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全都会反过来讨好你。庆元最终还是选择了隐瞒，他找了个借口拒绝回公司。虽然心里觉得对不起朋友，但他更想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成了 S 级猎人，一切是不是真的会不一样？甚至连那个男人，那个曾经亲口告诉他自己已经有女朋友的尹世贤，也会因为他的改变而露出不一样的表情吗？这种想法虽然有些天真，但却是他现在唯一能坚持下去的动力了。深夜躺在床上，庆元越想越觉得扎心，自己连 S 级都还没摸到，那个有女朋友的尹世贤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种无名小卒？更离谱的是，这个心灵系统居然挑了个有主的人让他去攻略。面对系统的各种辩解，庆元干脆摆烂了。既然系统这么爱操心，那就让他陪着自己这个一级菜鸟一起体验什么叫绝望。第二天一早，镜头转到了繁华的市宗市，全旭准时出现在一家高档餐厅，而坐在他对面的竟然是猎人管理局的副局长朴英熙。这位掌握实权的大人物一开口就带着长辈的威严，指责全旭来得太晚，可全旭却一脸淡定，直接回怼是对方来得太早。这两个人私下见面，显然不是为了叙旧这么简单。朴英熙微微一笑，示意全旭不用在意那些细节。他决定直接切入正题，继续刚才还没聊完的话题。他盯上的目标竟然是那个被称为半个 S 级的庆元。全旭一边吃着刺身，一边吐槽这离谱的心灵任务，居然强制让人去约会，这听起来简直像什么恋爱综艺。朴英熙在旁边听得直发笑，全旭倒是挺自嘲，反正他这日子从来也没体面过。话题一转，两人聊到了尹善贤议员。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儿子卷进了这桩烂摊子，那场面肯定很有意思。难怪李恩珠急着在惩戒会上打掩护。全旭最看不惯这些高等级猎人，明明害死了人，还要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朴英熙调侃他，真是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误额。不过眼下最麻烦的还是局长退休前留下的那堆烂摊子。这顿饭吃完，平静的日子恐怕就要到头了。真正的风暴正从这些大人物的丑闻中慢慢烧起来。朴英熙笑着举起杯，怂恿全旭这次干脆大闹一场，别总这么死气沉沉的。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和蔼的中年女人，才是猎人管理局真正的狠角色。从最底层的一级猎人一路爬到副局长的位置，朴英熙靠的可不是运气，而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狠劲。全旭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最讨厌麻烦，现在却反常的鼓励他去闯祸，背后肯定没安好心。朴英熙看他半天没说话，笑着调侃他太严肃，比起那些没个性的闷葫芦，他更喜欢能折腾的人。但这顿饭吃得越香，全旭心里就越发毛，这个女人到底又在盘算什么阴谋？朴英熙像个操心的长辈，非要全旭走的时候带点甜甜圈，还嫌弃他为了拍片子节食，把自己瘦的都没样了。全旭一边应付着，一边调侃朴英熙管得太宽，简直比他亲妈还唠叨。这气氛倒是一点不像上司和下属，
可就在这时，蒲英熙的手机突然响了，屏幕上跳出的名字让屋里的空气瞬间冷了下来。是尹议员打来的。蒲英熙接起电话的1秒钟，就换上了那副滴水不漏的社交面孔，客套的让人起鸡皮疙瘩。全旭很识趣，知道接下来的话不是他能听的，起身准备离开。蒲英熙一边对着电话虚与委蛇，还不忘指指那盒甜甜圈。全旭识趣的先走一步，蒲英熙还在电话里跟议员周旋。秘书早就等在车旁，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盒子，说是他刚才落下的甜甜圈。全旭道了声谢，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上岩洞而去。司机还感叹这路程可真够远的。坐在车后座，全旭随手掀开了盒盖，他就知道蒲英熙这种女人怎么可能真的只送一盒甜甜圈。盒子里装满的全是价值连城的蓝色魔法石，在昏暗的车厢里闪着光。这哪里是零食，这分明是让他去拼命的筹码。想起蒲英熙说的那句让他去大闹一场，全旭无奈的笑了笑，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没法拒绝了。全旭坐在车里叹了口气，预感到自己很快又要被卷进某个麻烦的漩涡里了。在韩国，拥有 S 级猎人的官方攻略组织有5个，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全旭带领的 K 组。因为成员全是顶尖的年轻猎人，加上全旭自带的流量， K 组的一举一动都能让全网彻底炸锅。就在这时，伏羲在网上发了一张合照，暗示 K 组马上要迎来新成员。这消息一出，评论区瞬间就失控了，大家都在猜这个新人是谁，甚至有人开始冷嘲热讽，觉得这又是哪来的关系户，想要蹭 K 组的热度。庆元盯着手机屏幕，看着那些刺眼的恶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伏羲明明说没问题的，结果现在全是骂他的声音。他正对着手机发呆，全旭突然出现在身后，低声叫了他的名字。庆元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全旭倒是表现得很体贴，一直搂着他的肩膀安慰，说他之前的练习已经足够了。庆元自嘲说自己练来练去只会逃跑，可全旭却一脸认真的告诉他，在那种鬼地方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本事。看着庆元那副缩手缩脚的样子，全旭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一个让他意外的真相：今天的目标根本不是通关地下城。全旭拍了拍庆元的肩膀，承诺今天一定会给他撑腰，但这语气听着怎么都不像是单纯的保护，倒更像是要把他推向风暴中心。他转过头，盯着远处正在指挥拍摄的尹世贤，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深意。既然媒体和观众都到齐了，那这场戏就要演得再大一点。尹世贤回老家吃这顿饭，气氛显然没那么轻松。尹善贤突然开口打听，问他最近有没有见过猎人管理局的人。尹世贤一头雾水，他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提这一茬。紧接着，尹善贤又绕到了相亲的话题上。尹世贤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说自己现在根本没心思结婚。本以为老头子会大发雷霆，谁知他这次竟然松了口，说以后不再强迫他去相亲，想跟谁谈恋爱都随他便。可还没等尹世贤松口气，尹善贤最后那句话才真正露出了底牌，绝对不准带什么来历不明的女人进家门。他还在那自顾自的盘算，说找对象至少要找个有利用价值的。这话彻底戳到了尹世贤的逆鳞。在他眼里，父亲当年就是觉得母亲没用了，才会在他走后冷酷的让人扔掉他所有的遗物。尹世贤冷笑着反击，一个连亲儿子得了失语症都不知道的人，现在倒装起慈父来了。这顿饭显然是吃不下去了，他放下餐具起身就走，根本不理会身后父亲的暴怒。对他来说，那个所谓的家早就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自从那次告白事件之后，这还是庆元第一次见到尹世贤，虽然心里七上八下的，但为了工作，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去打了招呼。尹世贤表现的倒是很专业，不仅主动安慰他别紧张，还承诺会带他进入状态，两人之间客气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在尹世贤被工作人员叫走后，全旭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一把搭住了庆元的肩膀。他笑得一脸灿烂，开口却是个重磅炸弹，问庆元到底是在担心拍摄，还是因为在跟未来的男朋友说话，所以才这么紧张。庆元吓得赶紧让他小声点，毕竟这种私下的特训，要是让节目组其他人知道了，那可就解释不清楚了。全旭倒是一脸无所谓，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会保密。可话音刚落，李来英就冷不丁的出现在了身后，直接问他们在打什么哑谜。李来英显然对全旭没什么好脸色，甚至直接警告他离自己的姐姐远一点。在他眼里，全旭这种人最擅长玩弄人心。可庆元这会儿还没意识到危险，反而还在替全旭说话，觉得他这段时间帮了自己不少忙。看着姐姐这副单纯的样子，李来英心里更犯嘀咕了，这家伙绝对没安好心。庆元要是再这么不设防，迟早得掉进他的陷阱里。庆元前脚刚被工作人员叫走，李来英后脚就发现了不对劲。全旭手里那个沉甸甸的甜甜圈盒子，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点心，全是明晃晃的高级魔石。李来英当场就无语了，这只是个最简单的低级地下城，带这么多高级货进来，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面对质问，全旭居然还厚着脸皮装可怜，问李来英是不是不信任他这个哥哥，结果换来的只有李来英想杀人的眼神。全旭收起了平时的玩世不恭，他告诉李来英，这些魔石是他现在唯一的底牌，毕竟在那深不见底的地下城里，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看着他那副意味深长的笑容，李来英虽然没再反驳，但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重。就在这时，导演的一声令下打破了沉默，拍摄正式开始。随着场记板清脆的一响，所有人各就各位，但这趟看似普通的拍摄任务，恐怕注定不会太平了。尹世贤一边走一边打听，问庆元是不是在汝矣岛觉醒的，毕竟
那是他第一次进地下城，还好有专业团队带他做适应训练。尹世贤也感慨起来，想起那天自己正在拍公益片，结果倒霉被卷进了传送门，那场面现在想想都后怕。他发现庆元现在面对镜头比以前要自然多了，庆元却笑着说：“那是因为有你在，我才不紧张。”不过尹世贤话锋一转，提到了上次在电视台的拍摄，他说那时候的庆元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对劲，那种对镜头的恐惧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克服的。尹世贤还是不放心，叮嘱庆元要是撑不住就直说。庆元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位大主播一直在迁就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没问题，庆元直接展开双翼飞向半空，动作利落地摘下一块晶石，笑着问他现在是不是自然多了。尹世贤看着眼前的女孩，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很有天赋。这时导演在旁边疯狂举牌，提醒他赶紧多问问技能的事。尹世贤立刻进入专业状态，追问他在汝矣岛觉醒的时候，除了飞行还有没有别的本事。庆元刚想开口回答，却被突如其来的脚步声打断了。就在这时，全旭扛着一只巨大的黑狼走了过来，他随口解释说，庆元还在训练期，很多机密信息现在还不能公开。尹世贤看着他肩上的猎物，问他是不是已经动过手了。全旭一脸轻松，说刚才在拍摄地附近发现个落单的，虽然只是个地级的小怪，但在这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尹世贤没再多说什么，直接宣布上午的拍摄到此为止，让大家先休息吃饭。但他盯着手里那块发光的晶石，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深沉，谁都能看出来，这场看似顺利的拍摄背后绝对没那么简单。庆元特意把刚才采到的晶石送给尹世贤当谢礼，感谢他这一路上的照顾。尹世贤也没推辞，随手就接了过来。结果还没捂热乎呢，李来英就吹着泡泡糖凑了过来，他公事公办的把晶石收了回去，提醒说这可是政府的财产，私人不能随便带走。他还顺嘴调侃了一句，问尹世贤是不是想偷偷留着。尹世贤一脸严肃的否认了，赶紧把话题岔开。他看着这群人，若有所思的问了一句，感觉你们 K 组的成员关系好像非同一般的亲密啊。尹世贤看着远处的两个人，忍不住感叹一句，怎么连休息时间都粘得这么紧。李来英在一旁早就看怪不怪了，他说全旭这人最擅长跟新人套近乎，尤其是看庆元性格好，他就表现得更加变本加厉，让尹世贤千万别往心里去。尹世贤站在原地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全旭搂着庆元，气氛一时间变得有点微妙。不过全旭显然没心思管这些，他催促庆元赶紧去扫描那只狼人，还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说这个地下城是03年创建的，他让庆元试用这个日期当密码，看看能不能从这怪物身上挖出点不为人知的秘密。庆元按照全旭给的日期试了一下，没想到还真成了，系统不仅显示这狼人是地级，连他的技能都给扒得一清二楚。全旭在一旁看得直感叹，说他平时顶多能看个等级，这下可算是开了眼了。他转头就开始怂恿庆元，让他趁着这机会练练切割技能。庆元听了直往后退，说大家都在休息呢，万一弄得满地是血多不好收拾。全旭可不管这些，他一边搂着庆元，一边软磨硬泡，非要让他动手试一次。全旭越靠越近，庆元整个人都懵了。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死死扣住了全旭的手腕。尹世贤冷着脸出现在两人中间，语气里全是不满。他直截了当的警告全旭，这种强迫新人的行为看着实在有点掉价。庆元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全旭却已经换上了一副笑脸，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反手握住了尹世贤的手。他笑眯眯的打了个招呼，说原来是尹大主播啊，还顺势感谢他接受采访。这变脸的速度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尹世贤表面上客客气气，感谢全旭配合纪录片拍摄，但他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话锋一转，直接开始质问，既然全旭之前说地级怪物没威胁，那刚才为什么要逼着庆元去动手？这前后矛盾的举动显然没法自圆其说。全旭只是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说谁也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这副打太极的态度让尹世贤冷笑了一声，他盯着全旭一字一句地反问，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从一个 S 级猎人口中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面对这番步步紧逼的试探，全旭只是沉默地笑着，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全旭这脸皮确实够厚，被当众拆穿还能笑得出来，甚至还开玩笑说尹主播这么夸他都要不好意思了。尹世贤懒得再跟他纠缠，直接提议大家先吃饭。他本想趁机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开始后悔刚才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可还没走两步，庆元就从后面追了上来，急匆匆地喊住了他。尹世贤停下脚步，以为他还是为了魔法石的事，没想到庆元低着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看来他想说的根本不是公事。庆元站在原地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他说自己有一件东西想要亲手交给尹世贤。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一向冷静的尹世贤也愣住了。庆元突然叫住尹世贤，说是有个东西要送给他，这下连旁边的全旭都凑过来了，非要看看是什么宝贝。其实哪有什么惊喜，他只是想把之前借的领带还回去。原来在地下城的时候，尹世贤为了帮他，直接把自己的领带解下来缠在他脚上，这举动在全旭眼里简直浪漫的不像话。这下气氛可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全旭这家伙真是看热闹不嫌大，临走前还非要调侃一句，说他们两个干脆原地交往算了。等这个电灯泡一走，尹世贤竟然主动开口，
邀约庆元一起去吃个饭。眼看气氛刚要变得暧昧，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直接把两人的计划打断。谁能想到郑佑真竟然亲自赶到了现场？这位上司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看来这顿饭注定是吃不安稳了。谁都没想到郑佑真和尹世贤竟然是老相识，早在尹世贤跑外勤的时候，两人就认识了。庆元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郑佑真就以关心员工为由，要把他直接带走。看着两人一直盯着自己看，郑佑真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自己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没必要这么防着他。就这样，原本属于两个人的晚餐，硬生生变成了职场聚餐。尹世贤只能眼睁睁看着庆元被带走，庆元还没来得及把领带还回去，就被郑佑真给叫住了。这位上司显然对那个恋爱任务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他一脸严肃地问庆元，这个所谓的交往任务是不是非要真谈恋爱才行？到底需不需要告白或者动真感情？庆元被问的整个人都傻了，这种细节他哪敢去问啊？结果郑佑真又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既然说交往了就能变成 S 级，那万一以后分手了，这等级是不是还得被收回去？这句话直接戳中了庆元的死穴，他就是怕听到肯定的答案，才一直装傻不敢去确认。郑佑真看着单纯的庆元，忍不住吐槽他竟然没被传销骗过，毕竟恋爱这事儿变数太大，他当年和老公可是分分合合了9次，要是每分一次手等级就掉一次，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庆元被说的心里发毛，赶紧当场求助心灵，结果心灵也被问懵了，他只说这事儿没有回头路，但具体分手了会怎么样，他自己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题。看着心灵在那儿支支吾吾，郑佑真直接给出了不靠谱的评价，气得心灵在旁边疯狂反击，说是这两个女人实在太难伺候。不过闹归闹，郑佑真最后还是指出了关键，这恋爱任务想要生效，得尹世贤那边也点头同意才行。既然真谈恋爱太难，郑佑真直接出了个损招，干脆问问心灵能不能搞个契约恋爱。没想到心灵一听，居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下连郑佑真都觉得有戏，开始疯狂给庆元洗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庆元，别指望能跟尹世贤自然发展，人家当年在警察局跑新闻的时候，那可是万众瞩目地男神级别，更别说他母亲还是著名影星，那颜值基因简直是天花板。郑佑真这番话虽然扎心，但也确实是事实。他提醒庆元，这种高知平时想都别想，但现在为了升到 S 级，只能去求心灵给契约恋爱开个绿灯了。庆元赶紧抛出一个重磅消息，说尹世贤亲口承认过有女朋友了，本以为这样就能让任务作废，结果郑佑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给庆元支招，让他以后爱跟谁结婚都行，现在只要签个短期契约应付一下。这操作简直把庆元给看傻了。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心灵突然跳出来搅局，不仅否定了这个提议，还疯狂提示说时间不多了。庆元还没搞清楚到底在急什么，郑佑真却敏锐地察觉到了盲点，他开始怀疑那个女朋友的真实性。虽然庆元觉得男神不会撒谎，但郑佑真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背后恐怕还藏着别的猫腻。郑佑真这人是真能处，说去确认就直接冲了上去，吓得旁边的庆元拦都拦不住。他开门见山的问尹世贤到底有没有女朋友。面对这种私人问题，尹世贤表现得非常冷淡，直接回了一句不关你事。结果郑佑真更疯了，竟然开玩笑说要为了他去离婚。这种离谱的表白，换谁听了都得无语。尹世贤显然没当真，但郑佑真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变了脸色。他笑着打听起尹世贤的八卦，问他是不是还在跟以前那个主播交往。这话一出，尹世贤整个人都愣住了。庆元在旁边更是听到了惊天大瓜，原来这位高冷男神以前竟然真的谈过恋爱。面对郑佑真抛出的陈年旧料，尹世贤先是沉默了片刻，显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外面竟然还有这种传闻。就在气氛陷入僵局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语气听起来非常坦诚。他直视着郑佑真说：“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这句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把躲在一旁的庆元彻底炸懵了。原来之前那些所谓的拒绝，全都是大家脑补出来的误会。既然男神现在是单身，那接下来的契约恋爱是不是真的有戏了？尹世贤当众澄清自己根本没有女朋友。这话一出，躲在后面的庆元彻底懵了。明明记得他说过自己有爱人，这下情报全乱套了。他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二话不说转头就跑。尹世贤看着他逃跑的背影，陷入了沉默。庆元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总觉得尹世贤会以为是他在背后搞鬼。他回想起之前被拒绝的画面，觉得那句有女朋友可能只是为了让他死心。就在这时，心灵居然带头变卦，提议可以尝试契约恋爱。虽然这系统变脸比翻书还快，但庆元转念一想，既然机会都送到嘴边了，那就干脆豁出去，把这出戏演到底。庆元冷静下来一想，这契约恋爱的买卖不对劲，既然是合作，那双方都得有好处才行。只要跟尹世贤交往，他就能直接晋升 S 级，这诱惑确实大。可问题是，人家堂堂一个大主播，跟他谈恋爱能图什么？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换谁估计都不会干。庆元越想越觉得没戏，要不还是算了吧，靠自己的本事混饭吃，总比这种不靠谱的契约要强。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系统那边又有了新动静。系统突然问了一个直戳心窝子的问题，问他真的满足于现状吗？庆元沉默了片刻，给出了最真实的回答，他一点也不满足。
这一周，他跟在全旭身边，看着这个 S 级猎人像漫画主角一样被众人簇拥，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让他第一次开始渴望，如果自己也能当一次主角呢？这种渴望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他早就受够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在父母眼里，他只是个没出息的公务员，甚至后悔把他生下来。连亲弟弟也只盯着他的钱，一旦不给就骂他没良心。这种日子他一天也不想过了。既然契约恋爱的机会就在眼前，那这次他一定要彻底翻身。庆元坐在废墟边发呆，他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成了 S 级猎人，是不是就能彻底摆脱过去？就在他想得出神时，尹世贤竟然主动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份便当。他说是有熟人送的，分量太大，一个人吃不完，问庆元要不要一起。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庆元有点措手不及，只能愣愣地答应下来。两人就这么并排坐着，在冷风里吃起了便当。气氛虽然安静，但庆元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尹世贤显然察觉到了，他放下筷子，转过头，冷不丁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让你感到不舒服？”这下庆元彻底慌了，赶紧摆手否认，生怕被对方看穿自己的小心思。尹世贤这人说话真够直接的，他先是承认自己也觉得不自在，接着就给庆元发了一张好人卡。他说虽然很感激庆元，但这并不是两人交往的理由，甚至直言这对他来说是个负担。庆元这下彻底坐不住了，直接站起来大声反驳，说自己也不是因为喜欢才找他的。这下轮到尹世贤懵了，既然不是因为喜欢，那费这么大劲到底图什么？庆元正纠结要不要说出系统的秘密，就在这节骨眼上，尹世贤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猛地看向庆元身后，大喊一声小心，看来这顿饭是注定吃不安稳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瞬间炸裂开来，强烈的冲击波直接把庆元掀翻。尹世贤反应极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地把他护在怀里。庆元整个人都懵了，这地方明明已经清理过，怎么会突然遭到袭击？还没等两人站稳，迷雾中就传来了低沉的嘶吼，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那是一只陷入狂暴状态的狼人，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系统面板更是直接亮起了红灯。这家伙不仅血量惊人，还带着致命的毒素攻击，局面一下子变得凶多吉少。庆元整个人都傻了，明明全旭之前已经清理过现场，这怪物怎么会突然死而复生？更糟糕的是，原本只是D级的杂鱼，现在竟然进化成了 B级的疯狼。尹世贤还算冷静，他一边护着庆元往后退，一边安慰说救援马上就到。但庆元心里清楚，等救援赶过来，他们两个早就没命了。就在这生死关头，庆元的眼神突然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他猛地推翻了躲避的念头，直接朝尹世贤伸出了手。他说还有另一个办法，让尹世贤立刻抓紧他。看着眼前的庆元，尹世贤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副果敢决绝的样子，简直和他在地下城见过的那个身影一模一样。他没有犹豫，一把抓住了庆元伸过来的手。这一刻，两人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但怪物可不会给他们叙旧的时间。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咆哮，巨大的狼人已经扑到了跟前，庆元瘦小的身躯挡在最前面。就在怪物扑上来的瞬间，他直接拔刀反击，这一招简直快到让人看不清。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畜生，现在只能乖乖倒下。李莱英总算赶到了，看到庆元还活着，他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麻烦又来了。刚才那一战威力太大，整个地宫已经开始撑不住了，碎石不停往下掉，这里马上就要彻底塌方。李莱英赶紧安排撤离，让大家分头行动。这种节骨眼上，谁慢一步，可能就真的出不去了。庆元还在犹豫，他担心还没出来的同伴，想留下来一起等。尹世贤直接打断了他，这种时候感情用事只会全军覆没。他提醒庆元，那些人的等级更高，肯定有办法脱身，现在最该担心的其实是自己。眼看地宫就要塌了，尹世贤一把拽住他的手，带头冲向出口，再不走就真的没机会了。总算是有惊无险。全旭看着手机里的消息，确认大家都安全撤离了。多亏了李莱英的治愈能力，伤员的情况都稳定了下来。但还没等大家喘口气，郑佑真看着这一地的废墟，他的脸色可不太好看。这次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总部那边肯定要追责。庆元赶紧上去报平安，还不忘帮尹世贤说好话，说是多亏了他，自己才能死里逃生。结果郑佑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盯着全旭问，到底为什么要让怪物发疯？全旭倒是一脸无所谓，说自己只是想试试新装备。全旭还在那儿找借口，说是因为怪物突然发疯，他一紧张才没打准。导演听得一愣一愣的，堂堂 S 级猎人居然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虽然心里犯嘀咕，但他还是客气的给了个台阶。还没等大家多聊几句，郑佑真就过来赶人了，说是蔚山分部那边又出了大事，直接把全旭给领走了。伏羲也准备撤退，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刚才庆元爆发出的那股力量，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普通职员该有的。面对伏羲的追问，庆元只能支支吾吾的打马虎眼，毕竟有些秘密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候。这地宫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更大的谜团才刚刚浮出水面。同事们正打算回首尔，顺便想叫上尹世贤一起，结果被他一口回绝了。他坚持要自己开车回去。就在大家准备出发时，尹世贤突然转过头，主动邀请庆元坐他的车，理由还挺正经，说是刚才的事情还没聊完。庆元整个人都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伏羲就开始神助攻，非说自己的车已经坐不下了，硬要把庆元往尹世贤那边推。庆元心里还在纳闷，来的时候明明位置挺宽敞，怎么这会儿就坐不下了？
伏羲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说：“尹主播明显是对他有意思。”伏羲这小子真是看热闹不嫌大，临走前还不忘调侃两句，气得庆元在原地直跺脚。他倒好，一溜烟就跑没影了。尹世贤倒是很绅士，主动招呼庆元上车。庆元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一身又是土又是灰的，实在不好意思往人家车里坐。尹世贤倒是挺大方，说自己身上也干净不到哪去，让他别放在心上。可等尹世贤把车锁一开，庆元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哪是普通的车啊，简直就是移动的豪宅。看着这锃亮的真皮座椅，庆元不仅担心弄脏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已经有味儿了。这下可真是赶鸭子上架，这车坐进去压力比打怪物还大。尹世贤坐在车里喊了一声，庆元吓得一激灵，赶紧大声答应着。见他还在车门口磨蹭，尹世贤随手脱下西装外套，问他到底还上不上车。庆元这下没法再躲了，只能硬着头皮钻进副驾驶，小心翼翼地系好安全带，生怕动作大了弄坏什么东西。尹世贤倒没多说什么，直接发动了车子，准备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看着车子开上大路，庆元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接下来的路怕是比刚才打怪还要难熬。车里的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谁也没先开口说话。尹世贤一边开车一边盯着前方的路，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他问庆元，是不是每次遇到危险都要这样不管不顾的冲上去？毕竟在汝矣岛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拼命。庆元小声解释说，因为尹世贤只是个普通人，作为猎人，他没办法做事不管。尹世贤听完这话，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原来在他眼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身份不同吗？庆元坐在副驾驶，心里直犯嘀咕，完全搞不懂这男人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他试探着说了句对不起，解释说刚才只是习惯性动作，怕自己突然出手吓到了他。可这话一出，尹世贤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看着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歉难道是他的职业习惯吗？从地下城到现在，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尹世贤心里很清楚，庆元确实比他强得多，拥有那种压倒性的力量，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这种挫败感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尹世贤心里乱成了一团麻，这种莫名其妙的不爽让他想起了以前那些糟糕的回忆。画面里那个满身是火的女人也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他长叹了一口气，终于还是心软了，转头对庆元说，既然是为了救命，那就没什么好道歉的。庆元一听这话，赶紧顺杆爬，问他能不能别再生气了，毕竟刚才那气氛确实挺吓人的。尹世贤愣了一下，反问自己表现得很明显吗？结果庆元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截了当的吐槽说，你那张脸绷得跟石头一样，说话还那么冲，谁看了都知道你在生气。这下轮到尹世贤没话说了，原本紧绷的气氛反而被这几句大实话给搅散了。尹世贤揉了揉太阳穴，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有点失态，他主动道了歉，说如果刚才的态度让他不舒服，希望他别往心里去。庆元赶紧摆手说没事，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尹世贤的话锋突然一转，直接切入了正题。他盯着庆元问，之前你说过因为有我在你才安全，这句话显然不是随口说说。尹世贤敏锐地察觉到，这肯定和他之前提到的那些神秘的情况有关，他不想再被蒙在鼓里了。看着庆元支支吾吾的样子，尹世贤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他语气严肃地说，虽然知道这可能是机密，但既然这件事已经牵扯到了他，他就必须知道真相。庆元陷入了沉默，脑子里全是刚才战斗的画面，那种感觉实在太奇怪了。只要握住尹世贤的手，体内的力量就像炸开了一样，那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的配角，而是真正掌控全局的主角。这种力量带来的滋味，一旦尝过就再也忘不掉了。他看着自己的手，心里很清楚，这种改变全是因为那个男人，那种变强的滋味，庆元这辈子恐怕都忘不掉了。他甚至开始在脑子里幻想，要是能让尹世贤一直帮他，那升到 S 级简直指日可待。这哪是私心啊，这简直是在为国争光。他在心里疯狂给自己打气，庆元啊庆元，别怂，赶紧把真相说出来。他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正在开车的尹世贤，语气里带着一丝决绝。他说，接下来的话可能听起来很疯，但希望主播一定要相信他。尹世贤倒是很淡定，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庆元开始小心翼翼的试探，他先提起了在地下城的事，又问尹世贤知不知道他背后的心灵到底是谁。尹世贤一边开车一边摇头，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可庆元还是在那儿绕圈子，一会儿说这是机密，一会儿又问他知不知道任务内容。这下尹世贤有点听不下去了，他直接打断了庆元，让他别再这么试探自己，有话就直说。庆元被这气势吓了一跳，赶紧开口道歉。尹世贤摆了摆手，说既然答应了会相信他，就让他尽管开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庆元把心一横，终于说出了那个离谱的真相。他说自己的心灵其实是丘比特。这话一出，车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尹世贤整个人都听傻了。丘比特的任务能是什么？庆元终于豁出去了，他闭着眼大声喊了出来，说心灵给他的任务竟然是和尹世贤主播谈恋爱。这话一出，车里的气氛瞬间炸了，尹世贤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僵了。他这辈子采访过无数大人物，可这种离谱的要求还是头一回听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脑子里全是问号，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一脸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尹世贤简直不敢相信，为了觉醒成 S 级猎人，竟然非要跟眼前的庆元谈恋爱，这理由听起来太离谱了。可庆元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两人站在停车场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庆元心里也觉得荒唐，这种事说出去谁能信？尹世贤冷静下来，又问了一句：“那要是以后分手了，这 S 级的身份是不是也就没了？”庆元解释说，等级不会被收回，但这理由谁听了都觉得离谱。尹世贤现在一个头两个大，这辈子都没遇过这么荒唐的事。庆元赶紧叫住他，说出了心里的大实话。这个叫丘比特的心灵确实脑子不太正常。尹世贤冷冷的回了一句：“我看你也离峰不远了。”眼看局面要僵住，庆元干脆心一横提了个建议：“既然躲不掉，那就把这事儿当成公事办，咱们干脆假装谈个恋爱吧。”尹世贤一口回绝了假装恋爱的提议。就在庆元以为没戏的时候，他却突然反问了一句：“既然要谈，那能不能跟我真的谈一场？”这一下直接把庆元整不会了。刚才还说是公事公办，怎么转头就要假戏真做？尹世贤沉默了片刻，语气依旧冷静的像是在谈生意。既然不是因为感情，而是为了达成协议的交往，那他自然也得从中拿到属于自己的好处。这下性质完全变了，这场恋爱已经彻底成了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尹世贤冷静地分析着现状，对他来说，这场恋爱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好处。庆元被问得有点不知所措，憋了半天，竟然冒出一个更离谱的想法：要不我干脆给你发工资吧。这话一出，尹世贤整个人都沉默了。哪有跟人谈恋爱还得收对方钱的道理？庆元也反应过来，这主意太馊。尹世贤抬头看着星空，心里只觉得荒唐。谁能想到，堂堂 S 级猎人的命运，竟然被一个强迫人约会的心灵给拿捏了。尹世贤早就听说过，有些心灵最喜欢搞恶作剧任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强迫别人谈恋爱的烂事，竟然会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他身上。事情越想越不对劲，先是家里老头子莫名其妙的施压，现在又是这种局面，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推波助澜。他突然想起父亲提过猎人管理局，管理局的副局长蒲英熙，那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绝对是蒲英熙在背后搞鬼，是他把消息透给了家里老头子。尹世贤试探性的提到了蒲英熙的名字，可庆元的反应却让他有些意外，他居然反问那是谁。这下尹世贤心里开始打鼓了，作为总局的员工，怎么可能连副局长都不认识？看着眼前的庆元，尹世贤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蒲英熙布下的又一颗棋子，正等着他往陷阱里跳。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家里那个老头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沉默了片刻，尹世贤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他看着庆元说：“行吧，那就试试看。”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我是说，咱们开始契约恋爱吧。”听到尹世贤点头答应，庆元整个人都懵了，他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毕竟这提议虽然是他先说的，但他压根没指望对方会当真。尹世贤看着他这副样子，觉得既好笑又无奈。既然要玩真的，那有些规矩就要提前立好。他收起笑意，一脸严肃地盯着庆元说：“恋爱最基本的就是信任，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绝对不能对我撒谎。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这笔交易就直接作废。”庆元一听急坏了，当场发誓绝对说实话，甚至连银行流水都愿意上交。尹世贤被他这脑回路打败了，谁稀罕看他那点存款余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后缓缓伸出了手。这一握，这段荒唐的契约关系就算正式开始了。尹世贤主动伸出了手，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他说：“既然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接下来的日子他会全力配合。”庆元看着眼前的男人，一时间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但就在两人达成共识的瞬间，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谁能想到，这个荒唐任务竟然在这一刻判定完成了？紧接着，一连串的成就奖励刷满了屏幕。系统开始疯狂运转，不仅重新调整了庆元的技能和状态栏，甚至还根据某种神秘的因果律，为他激活了极其罕见的运气属性。屏幕上的进度条还在不断加载。这次地下城崩塌，简直是场无法挽回的灾难。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交代。郑佑真正烦着呢，全旭却在这时候出现了，还体贴地叫好了出租车。车厢里的气氛冷到了极点。郑佑真盯着身边的男人，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全旭脸上的笑意让人根本看不透他心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郑佑真直接把话挑明了，明明只要用出火焰环，地下城根本就不会塌。全旭却把庆元搬出来当挡箭牌，说是因为庆元看穿了他的技能限制，他才不得不收手。这种能看透别人底牌的能力，确实会让各大势力抢破头，连郑佑真都不得不承认庆元的价值。但郑佑真可没那么好糊弄，他死死盯着全旭，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火焰环明明还有次数，你到底在隐瞒什么？郑佑真还在追究平民的安全，全旭却一脸轻松的反问：现在大家不是都挺好吗？紧接着，全旭说出了一句让郑佑真彻底哑口无言的话：为了大局牺牲少数人，这可是你亲口教我的。郑佑真怎么也没想到，当年为了让他走出病房，随口说出的那句安慰，如今竟然变成了一只回旋镖，狠狠地扎回了自己身上。全旭主动低头道了歉，说自己刚才只是太紧张，才说了那些过分的话。郑佑真没接茬，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以后再说吧。与此同时，伏羲在网上丢出了一张重磅炸弹，全旭的私密床照直接刷屏了，全网都在猜两人的关系。正在医院休养的李莱茵看着手机里的消息，正发愁。他看着伏羲的背影喊道：金城福。伏羲转过身大喊道：别叫我全名。原来
那张引起轰动的照片，竟然是全旭本人亲手发给他的。全旭这招自导自演，不仅让粉丝数瞬间暴涨，还顺手压住了网上的流言蜚语。李莱英这才反应过来，这个看似随性的偶像，心思竟然这么缜密。不过伏羲接下来的话又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个人，他说庆元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简直太帅了。李莱英正打算跟伏羲吐槽昨天在地下城里全旭的所作所为，结果话还没说完，正主竟然直接推门进来了。全旭笑着问他们是不是在背后偷偷聊他。李莱英一脸警惕地质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全旭倒是回答的理直气壮，说队友住院了，自己当然得过来看看。他还特意凑到李莱英跟前，说医生非常担心他的情况，责怪他当初为什么要拒绝住院。全旭在病床前表现得体贴入微，劝李莱英别太拼命，一定要好好休息。可李莱英看着这张笑脸，心里只觉得一阵发凉，明明一切都是这个男人策划的，现在却在这演深情队友。昨天的地下城里，李莱英看得清清楚楚，全旭是故意放走了那个狼人。他早就知道全旭是个狠角色，会为了达成目的，把人命当成可以衡量的筹码，但他没料到这个男人的底线竟然能低到这种地步。李莱英盯着眼前的全旭，脑子里全是昨天他在地下城那副诡异又陌生的样子。全旭敏锐地察觉到了视线，笑着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李莱英赶紧瞥过头去，冷冷地回了句没有。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全旭这个男人从来都不简单，他的危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李莱英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如果庆元真的和这种人纠缠不清，那以后的日子恐怕就彻底没安生了。庆元愣愣地看着四周，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对劲，他完全不敢相信，原本熟悉的城市怎么一转眼全变成了废墟，这到底是哪？自己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庆元抬头一看，整个人都傻了，地球居然挂在天上。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脚下突然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有人竟然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庆元赶紧冲过去扶起他，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庆元正拼命想救人，黑暗中却走出一个女人，冷冰冰的说人就是他杀的。庆元刚想质问对方，却发现这个女人长得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就在真相要揭开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庆世轩的声音。庆元猛地从噩梦中惊醒，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弟弟就拿着手机冲了进来。原来是有人在网上发了合照，现在全世界都以为他要加入什么了不起的团队。庆元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赶紧解释这只是个误会。可网上的消息传得飞快，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场。庆世轩还在缠着要签名，庆元赶紧一脸严肃地警告他，这次的工作可是绝对机密。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楼下就传来了妈妈催吃饭的吼声。等庆世轩骂骂咧咧地离开后，庆元总算清醒了过来。可当他随手拿起手机一看，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手机屏幕上的内容让原本平静的早晨彻底变了味。庆元本来都计划好了，今天天大的事也得往后排，因为他要抢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可谁能想到，平时高冷的尹世贤竟然主动发来消息，说自己出差取消了，想约他今晚一起吃个饭。这下庆元彻底陷入了左右为难，一边是难得一见的偶像，一边是心心念念的男神。虽然心里还在为门票滴血，但面对尹世贤的主动邀约，他最后还是没法说出拒绝的话。庆元正琢磨着怎么在约会时偷摸抢票，结果家里那颗巨婴蛋突然有了动静，甚至还刷出了新的孵化条件。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消失好久的系统心灵竟然上线了，还顺手帮他把个人状态给更新了。本以为这下总算要走运了，庆元还没来得及高兴，系统接下来的提示就让他彻底傻眼。原来这次升级不仅是随机的，甚至还有一大堆限制条件，这简直是刚给个甜枣就挨了一巴掌。系统星座这盆冷水泼得可真及时。庆元本来还在那儿拼命祈祷，希望能把魔力值给拉满，好让他能像开挂一样狂刷大招。结果系统提示音一响，升级的竟然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属性。这下庆元彻底破防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运气到底能干啥。可等他点开技能列表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原本那些强力的 S 级技能，现在的解锁条件竟然全变成了必须和尹世贤进行肢体接触，这哪是升级系统啊？这分明是强行给他牵红线呢。庆元刚在那儿吐槽说地下城这种地方哪是想进就能进的，结果话音才刚落地，系统就直接给他来了个光速打脸。一个突如其来的活动地下城强制开启，甚至还贴心的配上了12小时倒计时。庆元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任务惩罚就让他彻底破防了。系统居然拿他偶像的演唱会当赌注，要是通关失败，有理的演唱会就会被直接取消，这简直是精准踩中了庆元的死穴。原本只是想偷摸抢个票，现在倒好，他直接成了拯救偶像职业生涯的唯一希望。这系统真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谁能想到现在连约个饭都得看副本的脸色。他发了一连串哭脸求救，问尹世贤能不能早点见面。对方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下午2点吃晚饭，这时间点是不是太离谱了？他赶紧解释，要是这副本再不通关，全城的大桥都要被封锁1年。这下谁都坐不住了。尹世贤沉默了片刻，只回了一句话：我现在就出发。为了赶在封锁前到达，尹世贤直接整了一艘游艇。庆元看着他熟练的操作，忍不住感叹：你竟然连这玩意儿都会开。尹世贤倒是挺谦虚，说自己初中之后就没怎么碰过，所以现在手有点生。这话一出，庆元直接沉默了。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初中就开始玩游艇了，他只能尴尬的夸一句：“我看你开的挺稳的。”就在这时，江面上出现了一道诡异的紫色裂缝，庆元指着前方大喊：“快看，就在那儿！”巨大的系统面板突然弹出，这不仅仅是个副本，还是个罕见的联动任务。系统面板已经刷出来了 ，A 级副本，满地都是难缠的机械怪物。尹世贤有点担心，问庆元到底行不行？庆元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问题，不仅能保你安全，8点之前肯定带你通关。尹世贤听完这话，心里那叫一个暖，甚至已经开始琢磨要把晚饭的预约改到几点。可他哪知道，庆元心里想的全是抢票，要是8点出不去，他家偶像的演唱会就彻底没戏了。这俩人真是各怀鬼胎。庆元大喊一声给自己壮胆，直接冲进了废墟。庆元这回是真的拼了命，为了赶时间，他整个人就像开了挂一样，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疯狂输出。站在一旁的尹世贤都看呆了，这就是传说中 S 级的力量吗？他能感觉到现在的庆元比之前强了不止一个档次。等最后一头怪物倒下，庆元直接瘫坐在地上，尹世贤赶紧跑过去问：“你没事吧？蓝药是不是都喝光了？”庆元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刚才确实全干了，虽然现在这种钻空子的打法效率低的让人头疼，但他倒是挺乐观，觉得能用上 S 级技能就不错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完全觉醒，那只能看以后的造化了。”看着累瘫在地的庆元，尹世贤忍不住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额头，感叹这 S 级真不是好当的。可就在指尖接触的一瞬间，庆元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发现只要被尹世贤碰到，体内枯竭的魔力竟然在疯长。系统面板这时候也来凑热闹，原来跟尹世贤近距离接触还有这种回蓝的隐藏属性，这乃是队友啊，这简直就是个人型充电宝。庆元这下可乐坏了，刚才还半死不活的，现在直接满血复活，对着尹世贤大喊：“我会继续努力的。”尹世贤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露出了温柔的微笑，轻声给他加油。看来有了这个强力 buff， 接下来的战斗，庆元是要彻底杀疯了。谁能想到，庆元真的在8点前带他杀了出来。看着仪表盘上的时间，尹世贤心里五味杂陈。这姑娘为了赶进度，简直是在拿命在拼。看着副驾驶上累到脱形的庆元，尹世贤有些心疼，劝他别管什么晚饭预约了，赶紧回家好好睡一觉。可庆元却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让他愣住的话。他说：“回家并不代表就能休息。”这句话直接戳中了尹世贤的心窝子，他沉默了半晌，低声回了一句：“我也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个回不去的避风港。既然回不去家，尹世贤提议先去吃顿好的。庆元赶紧趁这功夫，把刚才副本里掉的宝贝全掏了出来，打算趁热打铁整理一下。看着这一堆发光的魔力石，庆元却犯了难。这玩意儿既不能去黑市卖，又是政府管制的违禁品。他脑洞一开，竟然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保健品店。尹世贤听得满脸问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庆元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巨大的鸵鸟蛋，说这是打败 BOSS 掉的奖励，现在还得负责把它给孵出来。庆元一边摆弄一边感叹，自从跟那个神秘的心灵扯上关系，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离谱。话音刚落，尹世贤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样，在车里直接尖叫出声。看来心灵又给庆元出了什么馊主意，这下连一向稳重的尹世贤都要被这姑娘给逼疯了。尹世贤一边开车一边点头，示意庆元有什么话直说就行。可庆元憋了大半天，愣是没好意思开口。就在气氛变得有点微妙时，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平时养宠物吗？”尹世贤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庆元就颤颤巍巍地捧出了那个发光的巨蛋，脸上还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尹世贤怎么也没想到，这顿饭吃着吃着，话题竟然变成了要跟人一起养蛋。庆元给出的回答非常肯定，这事儿不仅是真的，而且连系统任务都发下来了。任务要求明明白白，这颗孤儿幼崽蛋现在状态很不稳定，必须得由爸爸妈妈共同照顾。接下来的21天，他们每天至少得待在一起5个小时，而且距离还不能超过5米。每天5个小时，还得连着坚持21天。尹世贤算了一下这笔账，这不就意味着每天晚上都得见面吗？庆元倒是挺主动，提议以后每天晚上可以去他家里或者电视台交接这颗蛋。这下尹世贤彻底看明白了，什么系统任务，这摆明了就是心灵在背后搞鬼，非要把他们2个凑成一对。庆元在那边一个劲儿的道歉，尹世贤虽然心里无奈，但也知道这事儿躲不过去，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既然任务已经定死了，他干脆不再纠结，招呼庆元先吃饭，剩下的麻烦事儿吃饱了再商量。饭才刚吃2口，庆元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低头一看时间，整个人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原来是有理的演唱会要开票了，他连饭都顾不上吃，赶紧跟尹世贤打了个招呼，就开始对着手机疯狂输出。看着庆元那副拼命的架势，尹世贤在旁边都看傻了，完全搞不懂这姑娘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血。结果现实非常残酷，屏幕上不停弹出座位被占用的提示，庆元急得大喊大叫，可最后还是没能抢过那帮职业选手。看着满屏的售罄通知，庆元这下彻底破防了，趴在桌子上感觉天都要塌了，这顿饭怕是吃不出什么滋味了。看到庆元反应这么大，尹世贤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吓得庆元赶紧收起手机，一边尴尬的打着哈哈，一边催促他赶紧趁热吃饭。虽然饭桌上的气氛恢复了正常，但尹世贤心里却跟明镜似的，看着庆元那副只关心抢票的样子，他这下算是彻底看清了，原来庆元对他根本没那个意思，之前那些所谓的深情告白全都是因为心灵系统在背后搞鬼，他本人对他
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按理说尹世贤应该觉得轻松才对，可看着对面埋头吃饭的庆元，他心里反而觉得空落落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看着庆元一直盯着手机，尹世贤还以为他有什么急事，主动提议要不今天就先回去。庆元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表现确实太失礼了。他心里一阵纠结，生怕尹主播觉得自己是在敷衍他，干脆心一横说了实话。原来他刚才魂不守舍的，全是因为没抢到偶像演唱会的票，正盯着手机看有没有人退票呢。尹世贤听完直接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文静的姑娘，私底下竟然还是个狂热的追星族。庆元越说声音越小，觉得到了这个年纪还追星，在尹主播面前实在是有点丢人，只能低着头一个劲儿的道歉。这下两人的气氛变得更微妙了，本以为会被笑话，没想到尹世贤表现得特别大度，不仅安慰庆元这没什么好丢脸的，还饶有兴致地打听起他喜欢谁。庆元心里正感叹尹主播人真好，刚准备开口介绍自己的偶像，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谁能想到庆元刚才抢票抢到破防的正主有理竟然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了，还一脸灿烂的对着这边喊了一声哥哥。庆元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偶像，这到底是什么神仙运气？难道是抢票失败后的补偿梦境吗？庆元这下彻底疯了，眼前这个自带光芒的女人竟然真的是顶级偶像有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追的星居然会出现在饭桌前。可尹世贤的反应却冷得吓人，他皱着眉头问有理怎么在这儿。有理倒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笑嘻嘻地说自己在电视台有录制，听说他在这儿订了位子，特意跑过来想见他一面。眼看有理越说越亲热，尹世贤直接冷着脸打断了他，他语气生硬地提醒有理，难道看不出来他正在约会吗？有理显然也没想到他会这么不给面子，一边抱怨他说话太难听，一边死死盯着对面的庆元。这下三个人的局面真是尴尬到家了。听到约会这两个字，有理的眼神在庆元身上扫来扫去，庆元这会儿哪还顾得上尴尬，他满脑子都是偶像竟然看我了，这可是实打实的眼神交流啊。心灵满屏提醒他，这可是抢男人的头号情敌。但庆元现在完全是粉丝心态，只要能近距离看偶像，什么约会不约会的都不重要了。有理转头就开始跟尹世贤撒娇，埋怨哥哥对自己太冷淡，还特意强调两人好久没见了，想趁这个机会一起吃顿饭，顺便跟庆元套套近乎。庆元现在整个人都飘了，偶像主动提出要留下来，他哪有拒绝的道理，忙不迭的在那儿点头答应，甚至觉得只要有理开心，让他干什么都行。这下好了，原本好好的二人约会，硬生生变成了追星现场。尹世贤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估计脸都要绿了。尹世贤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冷着脸提醒有理，这儿根本没有多余的位子，意思很明显，就是让他赶紧走人。可有理哪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他笑着说挤挤就行。还没等尹世贤发火，庆元竟然先坐不住了，他像个见到领导的小职员，忙不迭地站起来给偶像让座，嘴里还结结巴巴地邀请有理坐这儿。有理顺水推舟坐了下来，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尹世贤在一旁看得满头黑线，他终于反应过来了，庆元刚才说的那位心上人，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个麻烦精吧？庆元现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没错，眼前的女人就是顶级偶像有理。尹世贤看着庆元那副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姑娘绝对是有理的死忠粉。既然躲不过去，他索性叫来服务员，又加了把椅子。他招呼庆元坐下，语气里透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淡定。可庆元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意识到一个极其恐怖的事实，这一坐下去，他就要和偶像面对面吃饭了。这种距离对一个粉丝来说简直是要了命。他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有理，感觉灵魂都要飞出去了。这简直是追星族的巅峰时刻，接下来的每一秒估计都是对他心脏的巨大考验。庆元现在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能和偶像面对面坐着，他觉得这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甚至在心里默默发起了毒誓，以后一定多做好事来报答上苍。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尴尬，有理看着对面一直傻笑的庆元，心里估计都在犯嘀咕，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尹世贤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开口赶人，让他吃完赶紧走。结果有理根本不买账，不仅要慢慢品尝，还开始委屈的翻旧账，说自己为了见哥哥一面，整整饿了2个小时。这话一出，尹世贤还没什么反应，旁边的庆元先受不了了，他满脑子都在后悔，早知道偶像为了这顿饭饿肚子，刚才打副本就该再快一点，这迷妹滤镜真是没救了。尹世贤觉得很奇怪，这里离车站那么远，有理怎么会突然跑过来？原来他今天就在附近录节目，顺路过来看看自家哥哥。可这话听在庆元耳朵里，简直像个炸雷。他这才反应过来，今天的副本入口就在汉江大道，如果刚才任务失败，不仅演唱会要泡汤，有理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想到自己刚才拼命通关，竟然真的救了偶像一命，庆元整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感动。尹世贤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凑到庆元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这下轮到有理不乐意了，当着他的面说悄悄话，真当他是透明人吗？尹世贤也没多解释，直接下了逐客令，让他赶紧回片场干活去。毕竟刚才发生的那些惊险瞬间，确实是一言难尽。有理准备起身离开，走之前还不忘叮嘱庆元，让他以后多照顾一下尹世贤。他本想煽情的铺垫一下，说自家哥哥因为副本受了不少苦，结果话还没说完，庆元突然一把死死攥住了他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有理吓得够呛，
庆元现在满脑子都是使命感，他眼神坚定地给出承诺，不管发生什么，自己一定会拼死守护偶像的生命。这两人完全就是在跨服聊天，有理想让他当嫂子，他却只想给偶像当保镖。看着庆元这副热血过头的样子，连旁边的系统都快看不下去了。有理更是一脸茫然，完全搞不懂这女人在激动什么。只有尹世贤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出了声。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尹世贤，竟然也有笑得这么灿烂的时候。夜幕降临，他开车把庆元送到了家门口。庆元正准备下车道别，尹世贤却突然叫住了他。他语气温和，郑重地对庆元说了一句谢谢，感谢他今天的陪伴。这下可把庆元给整懵了，他还没从刚才的迷妹状态里缓过来，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值得被感谢的事。这种莫名其妙的温柔，反而让他更不知所措了。尹世贤还在为妹妹的无礼道歉，庆元却摆摆手，表示完全不介意。毕竟能和偶像近距离接触，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虽然背后的心灵已经气到刷屏，催他赶紧去干正事，但尹世贤接下来的话却让庆元彻底愣住了。他说一点也不后悔，告诉妹妹两人正在交往这件事，因为只要坐实了情侣身份，以后他们一起出入副本，就再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庆元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尹世贤是打算长期带他通关，甚至在任务结束后也不放手。面对尹世贤的邀约，庆元虽然很心动，但他还是保持了最后的理智。他低声提醒尹世贤，如果以后他遇到了真正心动的人，这段假关系恐怕会变成他最大的麻烦。这种过分的懂事，让车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庆元还在自顾自的承诺，说以后尹世贤要是有了真爱，他绝对会第一时间消失，保证不给他的感情生活添乱，哪怕这意味着他会失去大佬的指引，永远只能当个半吊子的 S 级，他也觉得无所谓。尹世贤听着这些话，心里莫名的感到一阵烦躁。明明对方是在为他着想，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刚才还说要用生命守护他，现在却又急着要划清界限，这种被推开的感觉让他觉得非常糟糕。他冷冷地打断了话题，让庆元以后别再说这种话。庆元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虽然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但还是乖乖闭了嘴。他只当是尹世贤累了，却完全没看出来这个男人其实是在生他的气。庆元刚准备进屋，尹世贤却突然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一脸认真地提出，既然两人现在是情侣关系，那称呼也得跟着变一变，毕竟哪有女朋友会一直管自己男朋友叫主播的。庆元被问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改口。就在他愣神的时候，尹世贤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看着庆元，语气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他没有再加任何客套的称谓，而是直接喊了他的名字。回到家刚关上门，庆元整个人就瘫在了床上。刚才那声庆元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越想越乱，他恨不得把这些画面全甩出去。偏偏这时候系统还来凑热闹，疯狂刷屏催他们原地结婚。这下好了，庆元彻底没法冷静了。他只能不停地提醒自己，这只是因为尹主播人太好，他甚至愿意为了帮自己去演这种麻烦的恋爱戏码。可这种温柔真的只是在演戏吗？还没等庆元纠结完，新的地下城任务就开启了。结果刚一进副本，他就到了大梅，被这种黏糊糊的液体淋了一身，换谁都要崩溃。尹世贤在一旁默默看着，心里却在盘算，这已经是他们最近第3次见面了。看着狼狈不堪的庆元，他不仅没有觉得麻烦，反而一点都不反感。这种只有2个人的独处时刻，副本总算顺利通关。庆元兴奋的不行，拉着尹世贤不停的道谢。尹世贤没说什么，只是笑着伸手帮他拿掉了头上的杂物。那句辛苦了庆元简直把暧昧气氛拉满了，旁边的系统更是看热闹不嫌大，直呼这剧情比电影还精彩。庆元被这群吃瓜群众吵得头疼，可心里最在意的还是那个让他不知所措的称呼。他试探着开口，真的非要这么叫不可吗？尹世贤这波直球打得庆元措手不及，他一脸淡定地表示自己对这种亲昵的称呼很适应。眼看庆元快要招架不住了，他又退了一步，提议换个折中的办法。既然叫名字太突然，那就别再客气地喊他主播了。他看着庆元的眼睛，语气温柔却不容拒绝，以后私下里就直接叫他的名字，这哪里是商量，分明是把庆元拿捏得死死的。庆元终于鼓起勇气，小声喊出了他的名字。这一声是贤，让他的思绪彻底乱了套，连围观的系统都开始疯狂起哄。本以为副本结束能喘口气，可尹世贤显然没打算收手。他看着满脸疲惫的庆元，不仅没有保持距离，反而一脸温柔地说，最近看着他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乐趣。这话一出，庆元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哪里是在关心，分明是在明目张胆的撩人。尹世贤这句很有意思，显然是话里有话。两人看着副本里壮丽的星空，聊起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观。尹世贤甚至自嘲，以前因为操作失误，差点一个人飞境外太空。但这种轻松的气氛没维持多久，他突然停下脚步，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这些活动副本的出现位置似乎并不是随机的，从汉江到陆良京，每一个地点都精准的选在闹市区。这背后隐藏的规律，让原本平静的局面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这次副本出现在明洞，让尹世贤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按理说那里魔石浓度极高，防御措施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可如果连魔石都压不住传送门，那事情可就彻底变天了。人类一直赖以生存的安全理论，正在被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撕碎。一旦这道最后的防线崩塌，整个国家随时都会陷入毁灭。沉重的讨论被一通电话打断，全旭在这个时候打来，显然是想听听 S 级任务的进展。
可比起任务，他似乎对庆元的八卦更感兴趣，一开口就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和尹世贤交往。庆元被问得支支吾吾，正打算找借口搪塞过去，全旭却像是看穿了一切，语气突然变得玩味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庆元现在是不是受到了某种限制，根本没法说出真相。这种恐怖的直觉让庆元瞬间出了一身冷汗。全旭倒是挺体面，叮嘱庆元专心完成任务，就主动挂断了电话。可庆元一回头，就发现身边的尹世贤浑身都散发着一股低气压，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明摆着就是心里不痛快。庆元还没反应过来，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下局面可尴尬了。尹世贤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显然是刚才那通电话让他心里彻底打翻了醋坛子。尹世贤这回是不打算装了，他直接把话挑明，说自己很不痛快，哪怕只是契约情侣，他也没法忍受自己的搭档和别的男人聊得那么热乎。这番直球式的宣示主权，让庆元半天没回过神来。还没等他反应，尹世贤就强势地带路，甚至自然而然地牵住了他的手。原本只是为了演戏的接触，现在却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暧昧。庆元突然意识到，这种本该生疏的亲密感，竟然让他觉得越来越顺理成章了。蒲英熙这边也收到了消息，得知尹世贤和庆元已经开始交往，他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了那种胜券在握的冷笑。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恋情，而是送上门来的绝佳机会。既然有人想演戏，那他不介意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他掐着烟，语气阴冷地吩咐下去：现在需要搞点大动静出来。他要制造一场毁灭性的丑闻，不仅要毁掉郑佑珍和李恩珠的名声，更要逼着他们一起卷铺盖走人。庆元第一次进总部大楼，整个人都被这阵仗给镇住了。郑佑珍却在一旁提醒他，以后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家了。毕竟身为顶尖的 S 级，接下来的日子恐怕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就在庆元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李恩珠笑着走上前，让他别一上来就把人给吓跑了。局长没打算浪费时间，直接把庆元和郑佑珍叫进了办公室。一坐下，他就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要让庆元现在就带队出任务。庆元整个人都听懵了，毕竟他的能力还没完全觉醒，现在带队不是开玩笑吗？但李恩珠显然有备而来，他盯着庆元说，只要有尹世贤在旁边配合，庆元就能发挥出真正的 S 级实力。李恩珠正琢磨着要把庆元派去哪，听说济州岛那边缺人，庆元心里还挺乐呵，觉得这下终于能搬出去独立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警告就直接在脑子里炸了。因为星座能力的限制，他跟尹世贤的距离绝对不能超过100公里。这下别说去济州岛了，他连这座城市都出不去。庆元只能尴尬地把实情告诉局长。结果李恩珠听完接下来的话，让全场都安静了。他一脸淡定地提议，既然分不开，那你们两个干脆直接结婚吧。庆元整个人都听傻了，可李恩珠却非常认真。在他看来，这场婚姻不仅不是私事，甚至可以算是一项重要的公职任务。李恩珠继续加码，承诺只要庆元肯点头结婚，国家不仅会全力支持，甚至能把尹世贤直接送进政界。这种诱惑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的机会。李恩珠盯着庆元问：难道你真的讨厌这个提议吗？庆元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坚定地摇了头。他觉得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尹世贤，更违背了他做人的底线。这种交易从根儿上就是错的。可谁也没想到，李恩珠听完这话反而笑出了声。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庆元，刚才那些话其实是个圈套。如果庆元刚才真的答应了，那今天这间屋子里的人全都会因为腐败被当场逮捕。这哪是什么结婚提议，分明是一场要命的忠诚测试。李恩珠对庆元的表现非常满意，在他看来，一个顶级的 S 级觉醒者必须时刻保持怀疑和警惕。庆元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番话全是老江湖的试探。李恩珠先打发庆元出去，转头吩咐郑佑珍，这段时间先在 K 组带这个新人。看着庆元离开的背影，郑佑珍觉得这姑娘心肠挺好，李恩珠却看得更深。她觉得庆元虽然胆子小，但心思极其敏锐，这种性格在复杂的局势里反而更稳。不过郑佑珍接下来的汇报让气氛变了。蒲英熙最近动作频频，不仅私下接触了尹世贤，还在跟一个叫剑旭的狠角色见面。局长听完陷入了沉思，这个剑旭是从底层爬上来的，手段恐怕不简单。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庆元，希望这个单纯的姑娘能给那个充满戾气的男人带去点改变。折腾了一整天，庆元总算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家。路上他还跟系统斗了几句嘴，这倒霉系统非说他想吃煎蛋太残忍，气得庆元直翻白眼，觉得这系统真是闲得没事干。可等他推开家门，屋里的气氛却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他随口喊了一声我回来了，结果屋里死气沉沉的，根本没人搭理他。庆元心里还犯嘀咕，觉得弟弟庆世轩真是越来越没礼貌，连姐姐回家都不知道打个招呼。可当他走进房间，一眼就看到柜子的抽屉竟然是开着的。庆元顿时愣住了，家里明明只有弟弟在，这抽屉怎么会莫名其妙被翻开呢？庆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了疯似的在抽屉里翻找，心里不停的祈祷这只是个玩笑。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抽屉里空空如也，那笔千万巨款竟然真的不翼而飞了。庆元的心瞬间凉了大半截，他猛地转过身，死死盯着庆世轩的房门。家里没进贼，能动这笔钱的只有一个人。庆元冲过去，用力拧动门把手，大声呵斥
让庆世轩赶紧开门。门后的庆世轩显然慌了神，支支吾吾的撒谎说正在换衣服，死活就是不肯开门。庆元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冷冷的警告弟弟，要是再敢撒谎，这事儿今天就没法收场了。既然好声好气说话没用，庆元也懒得再浪费口舌，他直接上手，一把就把门锁给捏碎了。随着一声巨响，庆元直接发动了觉醒技能，这下庆世轩彻底吓破了胆，缩在墙角大喊大叫，指责姐姐竟然对亲弟弟动武。庆元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一把揪住庆世轩的衣领，开门见山地质问：“那笔钱是不是被他拿走了？”庆世轩还在那儿装傻充愣，非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理直气壮地管庆元要证据。庆元冷笑一声，死死盯着弟弟的脑门，这证据简直再明显不过了。庆世轩这小子竟然偷了姐姐的救命钱，跑去给自己做了个昂贵的发际线。庆元这回是真的气炸了，那可是他的救命钱，这小子竟然拿去植发，简直是疯了。庆世轩被掐得直翻白眼，眼看就要交代在这儿了，他赶紧使出杀手锏，小声提醒说妈回来了。妈妈推门进屋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傻眼了，好好的家门怎么碎成了渣，墙上竟然还有个大窟窿。庆世轩一看救星到了，连滚带爬的扑过去告状，非说是姐姐要杀了他。庆世轩这演技不去拿奥斯卡可惜了，他躲在老妈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反咬一口说姐姐疯了，不仅砸了家，还对他动用武力。妈妈一听这话，火气蹭的就上来了，指着庆元的鼻子就开始骂，说他简直丧心病狂，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死手。庆元刚想解释是这小子先偷的钱，结果母亲根本不听，反而骂他为了几块臭钱就把亲弟弟逼进死胡同。就在这时，妈妈突然盯着庆世轩的脑袋，问他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庆世轩心里虚得要命，嘴上却还在不停的煽风点火，说庆元现在觉醒了，有点本事，就真把自己当成世界女王了。妈妈现在的偏心简直没边了，她不仅不让庆元解释，还理直气壮的大吼大叫，说那笔钱就当是给弟弟的零花钱了，甚至还要庆元立刻低头给这个偷钱的弟弟道歉。庆元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死死的盯着地面。就在这一刻，地板突然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炸开，连地下的水管都彻底崩了。妈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边躲着喷出来的热水，一边还在那儿骂骂咧咧。妈妈的咆哮声几乎要掀翻屋顶，她指责庆元不仅不求饶，竟然还敢当面顶嘴。庆元也彻底看透了，反正无论自己说什么，妈妈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妈妈指着大门，歇斯底里的吼道：“既然只会顶嘴，那就立刻滚出这个家！”庆元提着包走在冷清的街头，系统面板这时候倒是挺会察言观色，问他要不要开个地下城，好歹能有个安全的地方睡觉。庆元直接拒绝了，虽然闹成这样，但他还没打算把家彻底变成废墟。他紧了紧手里的包，反正本来也有个地方要去，是时候把这颗该死的鸵鸟蛋给处理掉了。谁能想到庆元被赶出来后，竟然直接敲开了尹世贤的家门。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委屈的姑娘，尹世贤整个人都愣住了，赶紧侧过身想让她先进屋。庆元却倔强地站在门口，说自己只是来送个东西，马上就走。就在这时，系统竟然也跟着凑热闹，突然弹出一个紧急任务，非要尹世贤把这个离家出走的少女留下来。尹世贤一眼就看穿了她的伪装，问她是不是跟家里闹翻了。庆元还在那儿拼命否认，转身就想逃跑。尹世贤哪里肯放他走，他温柔地拉住庆元，轻声说自己没法看着女朋友哭着离开。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庆元最后那点防线彻底崩了，只能点点头，跟着他走进了屋子。尹世贤端来2杯热气腾腾的草本茶，轻声安慰庆元说，喝点这个能放松不少。庆元捧着杯子小声的道谢，他觉得这么晚还跑来打扰，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尹世贤却笑了笑，说自己反正也睡不着，正好缺个人陪着解闷。庆元听了这话，赶紧掏出自己刚得的宝贝道具，想帮他解决失眠的问题。结果尹世贤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让他自己留着防身。看着尹世贤那副淡定的样子，庆元也慢慢放松了下来。既然对方不需要，他干脆打开系统面板，打算把这东西挂到市场上换点钱。深夜的客厅里，原本尴尬的气氛不知不觉间变得有些温馨。庆元正盯着系统商城发愁，最近这物价涨得离谱，他琢磨着是不是该囤点蓝药，免得以后买不起。尹世贤在旁边冷不丁来了一句，庆元小姐，你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药水吧？庆元还没反应过来，尹世贤就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有我呀。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庆元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半天才憋出一句，咱们又不是一直在一起，而且又没结婚。谁知道尹世贤非但不尴尬，反而顺杆爬凑到他跟前，笑着问，你这意思是在跟我求婚吗？听到求婚这2个字，庆元吓得连连摆手，拼命解释说自己绝对没那个意思。尹世贤看着他慌乱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还故意逗他说，原来跟我谈恋爱可以，结婚就不行啊。他一边感叹庆元是个可怕的女人，一边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庆元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帅脸，整个人都看呆了，心想这男人笑起来也太犯规了。他赶紧拍了拍自己的脸，强迫自己从美色中清醒过来，这要是再看下去，非要彻底交代在这儿不可。庆元终于反应过来，盯着尹世贤那副得逞的表情，没好气地质问，你这家伙现在分明就是在耍我吧？尹世贤收起了刚才那副调皮样，语气温柔地跟庆元道歉，说自己只是想让他放松一点，因为他刚才看起来真的很伤心。他凑近了一些，轻声告诉庆元，如果心里有什么委屈，完全可以跟他说。庆元沉默了很久，
终于决定不再隐瞒。他低着头说出了实情。其实他之前帮人制作武器，收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他总觉得那笔钱拿得不踏实，正打算把钱退给人家，结果家里那个不省心的弟弟又在关键时刻给他捅了娄子。一提到这个不懂事的弟弟，庆元的语气里满是无奈和委屈。庆元越说越委屈，当初他回到家才发现，那笔钱早就被弟弟花得精光，可父母根本不听他解释，只是一味的偏袒弟弟。他当时气的把家里砸了，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家出走。哪怕到现在，他还在反省是不是自己太冲动，才惹得妈妈那么生气。尹世贤突然打断了他，语气坚定的告诉他：“庆元小姐，你其实一点错都没有，是弟弟先动了你的东西，你当时的愤怒完全是合理的，没必要为了别人的错误一直惩罚你自己。”庆元听完直接愣住了。从小到大，家里人只会跟他说弟弟还小，让他这个当姐姐的多忍让，多为家里出点钱，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你没做错。这一刻，他心里那道防线彻底塌了。积压了太久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庆元捂着脸，一边哭一边小声道歉，说自己不该突然这么失控。尹世贤看着眼前的女孩，眼神里全是温柔。他轻声安慰说：“哭出来没什么好道歉的。”他语气坚定又平和，告诉他没必要再硬扛着了，就把这里当成避风港，把心里的包袱全都放下吧。躺在陌生的床上，庆元这下彻底乱了阵脚。明明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躲，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预期。尹世贤温柔地问：“要不要暂时住在我家？”就在这时，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弹出提示恭喜他，说他已经彻底拿捏了尹世贤的心。庆元赶紧反驳说事情不是那样的，结果却被系统一句话怼得哑口无言。是啊，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谁会又是安慰又是借衣服，甚至连家都搬进来了？这下看他还怎么抵赖。虽然嘴上说着不信，但庆元心里其实很清楚，尹世贤给他的这些特殊照顾，早就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难道说那个高冷的男人真的喜欢我？这个念头一出来，庆元整个人都不淡定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觉得是自己想多了，像尹世贤那么完美的人，怎么可能看上平凡的自己？说不定他对每个人都这么温柔呢。就在他纠结的快要抓狂的时候，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的名字让原本就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深夜的铃声突然炸响，全旭在电话那头近乎咆哮，让庆元立刻赶往上岩地下城。听这语气，那边显然是出大事了。原来在突袭过程中出了意外，他们竟然误闯了巨龙的领地，现在到处都是伤员，整个地下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旭急疯了，他现在顾不上解释太多，点名要庆元那个能看穿属性的技能，因为那是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他特意叮嘱庆元，千万别带尹世贤过来，那种地方普通人去了就是送死。还没等庆元问清楚细节，电话就被强行挂断了。看着窗外的黑夜，庆元知道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看着手机里的求救信息，庆元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光靠他那点飞行和潜水的本事去救人，简直就是送死。他很清楚，只有和尹世贤配合，他的 S 级异能才能真正爆发。可一想到要麻烦那个温柔的男人，他又开始打退堂鼓。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心灵突然跳出来神助攻，建议他干脆带上尹世贤一起去。庆元原本还在纠结，可转念一想，地下城一旦彻底崩溃，尹世贤作为主力肯定首当其冲，这下他彻底坐不住了。如果再这么磨蹭下去，那个一直保护他的人恐怕就真的回不来了。庆元一路上都在自我安慰，既然全旭只需要他那个技能，那肯定能速战速决，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可他忘了，这里可是上岩地下城。1年前，为了镇压这个地方，全国的 S 级猎人几乎倾巢出动，整整打了3天才勉强稳住局面。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地下城一旦要崩溃，现场早就该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可当庆元赶到入口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住了，心灵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周围别说伤员了，竟然连个守卫的影子都看不见。在这种节骨眼上，四周却静得让人心里发毛。这种反常的死寂，往往意味着更恐怖的灾难，已经在暗处张开了大嘴。庆元本想瞒着尹世贤偷偷行动，面对电话里的追问，他还在支支吾吾的找借口。谁知道全旭这时候突然出现，一声大喊，让他的谎言当场穿帮。电话那头的尹世贤立刻察觉不对，他语气严厉地质问庆元，是不是要跟全旭进地下城？如果是，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可全旭现在根本顾不上解释，他一把拽住庆元的手，嘴里喊着没时间了，强行把他往传送门里拉。拉扯之间，庆元的手机重重摔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尹世贤焦急的呼喊声也随着电话的断线戛然而止。庆元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就这样被带进了那个生死未卜的禁区。庆元被全旭一把拽进传送门，重重的摔在地上，还没等他站稳，就忍不住大声质问，为什么要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全旭背对着他，语气冷淡的让人害怕，只说了一句情况紧急没得选，就再也没有多余的解释。庆元环顾四周，心里咯噔一下，这里可是即将崩溃的地下城，怎么可能静得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更诡异的是全旭的态度，刚才在电话里还急得要死，现在怎么冷静的像变了个人？庆元试探着问了一句，其他的伤员和猎人都去哪了？结果全旭头也不回的答道，这里从一开始就没别人。这句话让庆元瞬间脊背发凉，如果根本没有所谓的救援任务，那全旭费尽心机把他骗进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庆元直接亮出了最后的底牌，说自己来之前早就报了警，管理局的人马马上就会赶到，劝他最好别乱来。
可全旭听完不但没怕，反而露出一丝诡异的冷笑。他嘲讽庆元虽然是个半吊子，但 S 级猎人的直觉倒还挺灵敏，只可惜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话音刚落，一只漆黑的怪物幼体突然从阴影里钻了出来，庆元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这是极其危险的格特鲁德幼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愤怒地质问全旭是不是疯了。这里可是人流密集的上岩洞中心，一旦怪物失控引发大爆发，方圆几里的人全都要陪葬。全旭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响指，语气冷得让人绝望。他说自己当然知道后果，因为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随着血腥味在空气中散开，局面彻底失控了。全旭这个疯子竟然故意让幼崽流血，引来了最恐怖的领主怪物格特鲁德。他站在远处冷笑着说，既然你是来救人的，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不过在那之前，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吧。系统疯狂弹出红色警告，愤怒的领主已经锁定了庆元，整片大地都在震颤。格特鲁德的怒火正要把这里的一切全部吞噬。庆元僵在原地，看着眼前如地狱般的景象。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还在飞速流逝，距离地下城彻底爆发只剩下不到20分钟。这根本不是什么救援任务，而是一个必死无疑的陷阱。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谁心里都没底，连背后的心灵都在劝他赶紧收手，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庆元根本没打算退缩，还能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直接开启飞行技能，跟着巨龙的脑袋就冲了过去。这一剑几乎堵上了全部的力气，结果谁能想到这一击竟然连皮都没破，等级压制实在太离谱了。用 A 级武器去砍 S 级怪物，这不明摆着没戏吗？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庆元咬紧牙关，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他也得拼命试一试。这运气简直逆天了！面对巨龙这种毁灭性的攻击，系统竟然连续提示躲避成功，连庆元自己都没想到，这虚无缥缈的幸运值，关键时刻真能救命。他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觉得这属性比想象中好使多了。可背后的心灵丘比特却坐不住了，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警告他运气这东西迟早会有耗光的时候。话音刚落，报应就来了。巨龙的咆哮瞬间席卷全身，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再站到他这边。灼热的火焰正面炸裂，庆元整个人被掀飞了出去，手臂上满是触目惊心的伤痕，那种钻心的疼让他连站稳都费劲。丘比特还在一边不停地数落，问他是不是早就提醒过。可现在庆元哪还有心思听这些？巨龙的下一次攻击已经到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斗。面对 S 级怪物的绝对压制，庆元第一次感到了彻底的绝望。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就在意识模糊的时候，他想起了尹世贤，想起那个男人曾经对他说的话，如果现在就这么认输，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他忍着手臂上的剧痛，硬生生站了起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一定要活着走出这个副本，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就在这时，他想起了手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那是之前得到的神秘道具，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行，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连背后的心灵都绝望了，甚至已经开始提前为他哀悼，觉得他的流星马上就要熄灭。可庆元偏不信这个邪，他猛地抬头看向巨龙，眼神里全是拼死一搏的狠劲。既然躲不掉，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随着一声怒吼，他直接发动了隐藏技能混沌之技。谁能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巨龙，竟然被这一小瓶药水搞乱了阵脚。系统提示格特鲁德已经陷入混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空档。庆元根本没给他喘息的机会，直接飞到了巨龙的头顶。就在这时，摩尔·普斯开始歌唱了，那声音仿佛带着某种魔力，让庞大的怪物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机会来了！庆元死死盯着巨龙的死穴，手里那把发光的武器已经蓄满了全部的能量，成败就在这一举。他猛地挥剑斩下，耀眼的紫色光芒瞬间贯穿了黑暗。这一击不仅是他的全力以赴，更是所有人的希望。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局面彻底反转了。尹世贤一把揪住全旭的衣领，愤怒地质问：庆元到底在哪？到底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可全旭却一脸无所谓，甚至还带着一丝嘲讽。他说尹世贤来得太晚了，庆元已经进了副本，而那里的怪物早就失控了。运气好的话，他可能还能找到出口；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死在里面了。全旭甚至还风凉地补了一句，说他们之间不过是契约关系，何必这么大惊小怪？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尹世贤的声音冷到了极点，让他闭嘴！这种挑衅现在就是在玩火。他死死盯着全旭，一字一顿地放下狠话：如果庆元能活着出来，那算你命大；要是他回不来，我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就在全旭还一脸得意的时候，身后的空间突然剧烈扭曲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紧接着，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副本通关成功。这简直是当众打全旭的脸，那个被断定必死无疑的陷阱，竟然真的被人从内部暴力破解了。在一片耀眼的强光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是庆元。他虽然满身是伤，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但他确实做到了。他没有理会旁边的全旭，只是静静地看着尹世贤，轻声唤出了他的名字。庆元终究还是撑不住了，尹世贤赶紧接住他，问他感觉怎么样。庆元摇了摇头说：我没事。尹世贤语气坚决：必须马上送你去医院，现在治疗才是最重要的。可就在这时，全旭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他显然没料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全旭一脸不可思议地问：庆元，你居然真的阻止了地下城爆发？你一个半吊子的 S 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要是庆元一直对他有所保留，他可是会伤心的。庆元停下脚步，语气冷得让人发抖。如果你觉得可以利用我曾经对你的好感，就一直这么随心所欲的利用我，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全旭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哎呀，庆元小姐这样子真吓人。庆元没有退缩，死死盯着他问，所以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庆元终于爆发了，他死死揪住全旭的衣领，把别人的感情当成玩物的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这一刻，他强行发动了禁忌技能地狱龙之枷锁，这显然是要跟对方鱼死网破。可技能刚释放完，庆元就彻底脱力了，整个人直接瘫软下去。尹世贤吓得大喊一声，赶紧冲过去把他抱住，他拼命摇晃着庆元，让他千万别睡过去。可现在的庆元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救援队终于赶到了现场，郑佑真动作利索，直接把全旭死死按在地上，忍不住骂了一句：“这家伙到最后都在添乱。”庆元被紧急抬上了担架，尹世贤一脸担忧，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快，毕竟他的伤势不能再拖了。就在大家忙着收场的时候，尹世贤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金属管，这东西看着就不简单。官方的人也觉得纳闷，原本凶险的地下城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清除了，而且现场除了庆元，居然没有其他伤亡。尹世贤盯着手里的东西，心里很清楚，只要拥有力量，危险就会像影子一样甩不掉。今天虽然挺过去了，但谁能保证明天还会这么走运？既然这样，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帮他。他拿起手机，对着镜头开始了现场报道。我是电视台的尹世贤，现在是凌晨4点半，上岩区地下城已经成功清除。他一字一句清晰地宣布，完成这次攻略的英雄就是魔石管理科的庆元。这一番报道出去，庆元的名字恐怕要彻底响透了。点滴一滴滴落下，庆元终于在医院里睁开了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是哪，脑子里的系统消息就炸了，全是心灵丘比特发来的担心和问候。就在这时，伏羲风风火火地推门冲了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扑到他身上。姐姐，你终于醒了。庆元被他这一扑，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只能无奈地求饶，说再这么折腾他又要晕了。门口突然传来2声咳嗽，庆元愣住了，看着这个气场十足的女人，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请问你又是哪位？站在面前的女人主动握了手，自我介绍说是总部的普英熙副局长，还带了一位大人物过来，说是局长本人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庆元这下尴尬了，因为没戴眼镜，他压根没认出这2位是谁，只能赶紧一边道歉一边打圆场。局长倒是没计较，直接告诉他那个惹事的全旭会被严肃处理，让他在医院安心养伤，别为了那点破事操心。不过这位局长说话实在太绕，庆元听得云里雾里，完全抓不住重点。最后还是普英熙看不下去，主动把话接了过来。他看着庆元，语气平静地抛出一个重磅消息，今天是14号，距离地下城被清除，你已经整整昏迷了2天了。听到自己睡了2天，庆元整个人都懵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普英熙接着告诉他，因为这次闹得太大，上面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更奇怪的是，连一直照顾他的科长和主任竟然都要被送去惩戒。庆元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全旭闯的祸，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背锅？看着普英熙那副意味深长的笑脸，庆元心里咯噔一下，这女人故意把这些内幕告诉他，绝对没安什么好心，肯定是在打什么主意。临走前，局长突然凑过来问了一句，你和那个主播尹世贤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等庆元反应过来，这2个大人物就推门走了，只留下一个神秘的背影，让他自己看手机找答案。伏羲这时候拿着手机冲了过来，一脸紧张地拦住他，说姐姐，你先有个心理准备，尹世贤本人现在正往医院这边赶呢，等那个人到了，你还是亲自听他解释吧。庆元疑惑地接过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定住了。视频里那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正在直播报道的尹世贤。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拼命想要隐藏的身份，竟然就这样被尹世贤当众给捅出去了。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